风拂荷塘，自留一抹清香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河上清风。这死孟老头为了躲我，竟把他闺女扮丑藏了这么多年。男子手持铁锹刨着土坑，似越想越气，真是会气。还没开荤的人就死了，要不是二哥你太猴急，死命掐着他的脖子，会这样吗？别抱怨了，快点挖吧。夜风微凉，女子的语气带着一丝紧张。吃，铁锹插入一旁的地里，男子弯腰将娇躯抱起放入坑中。没想到过了这么久，这尸体还这么温热柔软，真是可惜了。他舔了舔嘴唇，抚摸着女子姣好的脸颊，有些心猿意马。昏迷中，孟元被砂纸般粗糙的手唤醒触觉，耳边是铁锹从地里拔起的声音，鼻尖萦绕着一股子难闻的土腥味。女子心中一惊，慢着，该不会有人想把她活埋了吧？她奋力将眼睛睁开，眼前有火光摇曳下的树影，还有一对死死盯着自己的古装男女。什么情况？他不是正在抢救室救治病人，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哐当一声，男子手里的铁锹落地，他面容惊恐地看着睁眼盯着自己的孟元，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。与他同来的女子更是面色煞白，眼神呆滞。鬼！他蠕动着嘴唇，身子抖若筛糠。鬼！孟元身子一颤，他最怕这种神神叨叨的东西，但扭头看了看附近，四周除了他和眼前两个男女，再没有别人了呀。莫非男人口中的鬼说的是他？看见孟元直勾勾的眼神，男人两腿在地上疯狂往后蹬。不是我，是冯柳柳让我这么做的，我不是故意要打死你的。说着，他猛地爬起来，撒腿就跑。跑之前还不忘推了一把冯柳柳。冯柳柳被推到土坑旁边，冷汗霎时冒了出来。他惊恐地看着面无表情的孟元，几乎要哭出来。元，都是我二哥强迫我这么做的，我跟你可是好朋友啊，我没想害你。冯柳柳眼泪鼻涕呼了一脸，拼命对孟元磕头。冯柳柳，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呢？孟元皱了皱眉，突然感觉脑袋侵入一股剧烈的疼痛，一段明显不属于他的记忆被注入。原来他狗血地穿越了，这具身体的主人也叫孟元，是他们村里远近闻名的傻子，还是个公认的灾星。他走到哪里就会发生倒霉事，久而久之，村民都恨不得把他和他爹赶出村去。只要原主爹一出门干活，村民就偷偷戏弄欺负原主。在原主心里，唯一让他慰藉的就是眼前的闺蜜冯柳柳，即使她是村中有名的福星，却依然不嫌弃原主。可事情真是这样吗？孟元心中冷笑，今天是冯柳柳邀原主上山采蘑菇的，不仅蘑菇没采到，偏偏撞到了冯柳柳的好色二哥冯元涛，还差点被夺了身子。剧烈反抗的原主身子是没被夺，却被冯元涛失手掐死。如果不是自己醒来，二人怕是要毁尸灭迹，神不知鬼不觉将他活埋了。孟元胸有怒意，福星毒蝎还差不多。他面上露出一抹瘆人的笑，故意往冯柳柳处轻了轻身子。刚一有动作，冯柳柳便像疯了一样大喊大叫起来：啊，元，我错了，我不该骗你的，你千万不要来找我。冯柳柳双手在空中拼命乱挥，哀嚎许久，却发现孟元还坐在土坑之中。不对，你没死。见孟元一脸犹疑地看着自己，冯柳柳咽了咽口水，她装着胆子摸了摸孟元的手臂，热的。女子惊恐的表情瞬间换上一抹惊喜，反复确认孟元真的活着后，她反倒怪罪起孟元来了。你醒了怎么不说话？吓死我了！冯柳柳从地上爬起来埋怨道，心思又开始活络。元，刚刚你和我二哥刚拉扯的，等会儿衣衫不整的回家，村子里的人肯定会风言风语，更加讨厌你的。孟元语气带着担忧，循循善诱哄骗道。孟元心中冷笑，学着原主的模样，露出呆呆的表情，傻愣愣看着孟元。冯柳柳看了眼二哥落荒而逃的背影，
眼里闪过一抹惊毒。他莞尔一笑，一副为孟元好的模样，故作为难道：“只要你回去跟你爹说，让他带着你上我家来提亲，做我二哥的通房丫鬟。我爹是村长，以后就没有人欺负你和你爹了。”原来冯柳柳打的是这个算盘。孟元打量了眼冯柳柳，表面一副柔弱模样，心眼却这么多。冯家老二生性好色，仗着自己老爹是村长，平时没少干些欺男霸女的恶事。他要真遂了冯柳柳的愿，给冯元涛做通房，还能有好日子。傻丫头，愣着干嘛？快点下山去跟你爹爹说这事。女人语气急促。孟元眼底冷意一闪而逝，圆溜溜的杏颜很快又透出一丝傻气，乖乖点了点头。冯柳柳满意的勾唇，转身想要下山，步子刚迈开就顿住了，捂着嘴发出一声惊呼。孟元循着他的目光看去，只见远处一棵大树底下蹲着一只又肥又胖的兔子，好肥呀！冯柳柳用力咽了口水，立马猫着腰靠近，一边贪婪地伸出手，一边用防备的语气对孟元道：“我先把话放在前头，这兔子可是我先看见的呀。”他说着猛地往前一扑，正好把兔子捉到怀里。可还不等他露出欣喜的表情，冯柳柳忽然大声惨叫起来：“啊，疼死我了！小畜生，快放开我！”那兔子忽然发了狂，死咬着他的手指不放。冯柳柳一边哀嚎，一边甩着手，场面简直不要太搞笑。扑哧，孟元一个没忍住笑出声来。兔子咬人，他还是头一回见。孟元，你敢笑我？冯柳柳终于挣脱了兔子，被咬的手指肿得跟胡萝卜一样。他恼羞成怒地瞪着孟元：“刚刚你不来帮我，居然还敢笑我！现在兔子跑了，都怪你！”冯柳柳埋怨到一半，脸上的表情忽然僵住，惊愕地瞪大了眼睛。只见那兔子蹦蹦跳跳的又跑了回来，忽然乖巧地停在孟元面前不动了。孟元小心翼翼地伸出一只手去试探，那兔子一点没有刚才的狠样。孟元直接一手把它拎了起来，丝毫不费任何力气。孟元惊讶地挑了挑眉，这兔子是只咬冯柳柳。孟元，把兔子给我！冯柳柳狼狈地爬起来，朝孟元两手一摊，一副理所当然的语气。这兔子那么肥，孟元自然不可能给他。他往后退了一步，把兔子紧紧抱在怀里，摇了摇头，眼神中透着懵懂的傻气，认真道：“他不喜欢你。”你？冯柳柳愣了愣，眼里闪过一丝异样，语气忽然放软了下来：“圆圆，你忘了，要不是我的好运气，你哪里能捉到这只兔子？以前每次不都是这样吗？以前每次。”孟元疑惑地皱了皱眉，看着冯柳柳有些殷切的面庞，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些零碎的记忆。以前上山也经常有过这种情况，不知从哪冒出来的野兔野鸡，忽然就停在原主脚边不走了。而那些野味每次都被冯柳柳以他是福星的借口拿走了。现在想来，这根本跟冯柳柳没有关系，相反，真正的福星可能是原主。孟元恍然，原来这才是冯柳柳的目的。如此，冯柳柳设计他做冯元涛通房的事就说得通了。快把兔子给我！冯柳柳看孟元迟迟没有动作，语气急躁起来，竟然想伸手来抢。孟元回过神，眼疾手快地躲开，一溜烟跑下了山。你……冯柳柳表情扭曲了一下，眼神阴毒地盯着孟元离开的方向。算了，只要孟元成为他二哥的通房丫鬟，他自是有办法将这个吉祥物永远留在他身边。孟元抱着野兔下了山，按照记忆往村子最偏僻的地方走去。看到眼前破破烂烂的小院，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。院门是两块不知从哪寻来的破木板，好像被风一吹就能散架，跟隔壁家结实干净的屋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原主家是真的很穷啊！孟元深吸一口气，推开院门，学着原主的语气，诺诺地喊了声“爹爹”。每走一步，他便愣在原地，目光直愣愣地落在院子中央。小院里站着个男人，光裸着上半身，
健壮的手臂肌肉隆起，随着劈柴的动作微微颤动着。我的天哪，这是不花钱能看的内容。孟媛视线从男人轮廓分明的8块腹肌上移，看到一张俊美无比的脸后，不禁咽了咽口水。男人五官俊朗精致，一双薄唇轻抿，眸光清冽，浑身上下透着一股禁欲的气息，完全是他的菜。男人似乎注意到他，停下手中的动作，扭过头来，看到孟媛浑身脏兮兮的，除了一张小脸白皙，在火光的照耀下透着一层粉嫩。他眼里闪过一抹惊艳，薄唇动了动，不确定地喊：“孟媛。”男人低沉富有磁性的声音传进耳朵里，孟媛这才回过神，脑海中也自然而然浮现出与此人有关的记忆。原主因为痴傻在村子里饱受欺负，原主他爹前阵子才特意拿出攒了多年的积蓄，买回来一个男人给原主当夫婿，为的就是家中有个年轻力壮的男人，希望能震慑住村中那群豺狼虎豹。原主对他的记忆不多，只知道他叫楚轩，买回来时受了重伤，平时也不怎么爱说话。楚轩名字还挺好听的。孟媛在心里默念了一下男人的名字，看到对方稍显疑惑的眼神，眸光闪了闪，又换上一副呆滞的表情。这时厨房急急忙忙冲出一道人影，孟仲山端着一盆热气腾腾的蒸鱼，一瘸一拐地走出来。快来，爹爹今天捉了2条鱼，给你补补身子。孟仲山一脸的喜气洋洋，珍宝似的把鱼小心翼翼放在桌上，一抬头看到孟媛后，脸色当即耷拉下来。孟媛的衣服全被山上的荆棘划烂了，浑身乱糟糟的，像是在泥地里滚了一遭，但小脸却干干净净的，还透着一抹红潮。不是让你别再乱捡东西吗？孟仲山看见他怀里抱着的野兔，板着脸，表情很是严肃，不过还是细心地把野兔接过来，给他拍了拍身上的灰。路上没人看到吧？孟仲山的语气有些警惕，像是提防着什么。孟媛摇摇头，目光盯着孟仲山脚上已经被磨出了血泡的脚趾，感到心酸又感动。他显然是知道原主的好运的，只要他愿意稍微利用下原主的运气，便不会过得这般穷苦。但为了原主的安全，他并没有那么做。柳柳说想要兔子，但是我没给。冯柳柳，孟仲山耳朵一下竖了起来，声音抬高了几度：“你怎么又跟他凑在一起？”孟仲山不悦地皱了皱眉：“他又带你上哪去了？搞得浑身乱糟糟的。”孟媛委屈地扁了扁嘴，晶莹的泪珠一颗一颗砸下来。柳柳带我上山采蘑菇，二哥说和我玩，可是二哥扒我衣服。一听到冯元涛的名字，孟仲山的脸色瞬间变了，楚轩眉毛也皱了一下，放下斧头缓步走了过来。媛媛，别怕，发生了啥都告诉爹爹。孟仲山看起来气得不轻，额角青筋跳了跳，但还是忍住怒气，柔声对孟媛道。他抬起一双水盈盈的眸子，撅起嘴：“爹爹，我害怕，我能不能不跟柳柳二哥这样？我不想做二哥的通房丫头。”砰！桌子剧烈抖了抖，孟仲山狠狠捶了一下桌面，气得浑身颤抖。那畜生玩意，什么东西，还想要通房丫头？吃屎去吧他！孟仲山疼的一下站起来，一把拿过斧头就要往外面冲。楚轩眼神幽暗几分，眼疾手快拦住了孟仲山。孟叔，先别急。孟媛诧异地眨了下眼，男人刚刚动作很快，他都没看清楚轩就从水井旁过来了，再度瞥了眼男人健硕的腹肌。孟媛弯了弯嘴角，声音软糯：“我只要爹爹给我选的夫君。”听到这话，楚轩愣了一下，侧目看过去，只见少女勾着红唇对他笑，眼中似有星辰，只映照他一人。他耳后根一红，急忙扭过头去，总觉得今天的孟媛跟以往有些不同。孟仲山脸色复杂地扫了眼楚轩，揉了揉孟媛的脑袋：“你和楚轩的事再说，爹宁愿养你一辈子，也不会让你被他糟蹋了。”男人粗粝的掌心划过孟媛的脸，孟媛眼眶有些湿润，正要开口说话，院门砰的一声被人踢开。孟仲山，
你女儿勾引我儿子，让他做个通房丫头，都是抬举他了。门口闯进来乌泱泱一大群人，村长冯大海叉着腰，气焰不是一般的嚣张。识相点，今天让孟元跟我们回去，咱们两家面子上都好过。孟仲山气得不轻，胸口剧烈的起伏，扭头看了眼浑身狼狈的孟元，眼里满是心疼。他咬了咬牙，怒声道：大家都知道我家圆圆心智宛若孩童，怎么可能勾引你儿子？冯元涛露骨的眼神粘在孟元身上，他舔了舔嘴唇，猥琐地笑了2声，从怀里掏出一小叠粉色布料。孟伯，你瞧瞧，可是孟元亲自把他的肚兜给我的，这还不是勾引吗？我愿意让他做我的通房丫头，已经是大发慈悲了，不然像你女儿这种又傻又骚的荡妇是要拉去淹死的。冯元涛趾高气扬地抬着下巴，仿佛能让孟元当他的通房，已经是天大的恩赐。哦，孟元的隔夜饭差点吐出来，光是瞧着冯元涛那张麻子脸，都觉得分外恶心。视线落在他手里的粉色肚兜上，目光顿了顿。以前原主被冯元涛欺负得太狠，每回见了他都是撒丫子就跑，怕得不行，说话都不敢，更别提给他肚兜这种贴身物件了。冯元涛手里这玩意儿又是哪来的？孟元视线顿了顿，随后挪到一旁的冯柳柳身上。放你妈的屁！圆圆看见你跟耗子见了猫似的，我老早就给他挑好了夫婿，用的这勾引你这个畜生。孟仲山使劲挥了2下手中的斧头，鼻孔喷出2道浊气，怒不可遏的大骂：再不滚，我就把你们打出去！冯元涛脸色青了一下，扫了一眼院里，并没有看到楚轩的身影，忍不住讥讽出声，说的那么好听，你挑的好女婿现在人呢？怕不是被吓跑了吧？村长这话一出，周围顿时哄笑起来，不少人幸灾乐祸地打量孟元。孟元不愧是倒霉蛋，坑了老子又坑男人，说到底还是买回来的男人，迟早要跑。你们是没看到，那男的买回来的时候伤势重的都快死了，一看就活不久。孟元还不如跟了冯家，以后还能吃上几顿饱饭。听着众人的嘲讽，孟元疑惑皱皱眉，刚刚楚轩还在这儿呢，怎么一眨眼的功夫就不见了？孟仲山脸色变了一下，牢牢抓紧孟元的手，把他护在身后。圆圆，你放心，爹绝不会让他们得逞的。这时人群中闪出一道倩影，冯柳柳看了看孟元，一脸不忍地开口：孟伯，我知道你心疼圆圆，只能给我哥做通房丫头，可说到底，圆圆也是喜欢我哥才做出这样的事。那日我也是亲眼看见圆圆把她的肚兜交给我哥，如今闹成这样，圆圆若不跟了我二哥，怕是只能被淹死了。冯柳柳说着，抹了抹眼泪，分外怜惜地看着孟元：圆圆，你说你是不是喜欢我哥？惺惺作态。瞧着冯柳柳这么能装，孟元真有一板砖把他拍死的冲动。孟元眸中冷意翻涌，很快又被他压了下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憨气。他捏紧了拳头，十分夸张地瞪大眼睛：柳柳，你骗人！什么？冯柳柳愣了一下，惊诧地抬头：你昨天不是这样说的？孟元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，语气天真：你带我采蘑菇，可你哥哥打我，掐我，把我放在大土坑里，用土埋我。孟元委屈地低下头，扯着袖子，声音闷闷的：我不喜欢你哥哥，但你说我要不做你哥哥的通房丫头，就要把我和爹爹赶出村子去。冯柳柳错愕地瞪大眼睛：这跟计划的完全不一样啊！你胡说什么呢？我根本没说过那样的话。孟元害怕地缩了下脖子，白皙的后颈暴露在众人眼前，露出一大片淤青，很明显是刚被弄伤不久。孟元这傻子也太坏了吧！冯柳柳平时对他多好啊，竟然故意把自己弄伤，污蔑柳柳。就是啊，柳柳可是福星转世，他说的话怎么可能有假？要是没有柳柳，去年咱们村能猎到那头大野猪，度过饥荒吗？看到众人都站在他那边，冯柳柳这才松口气，得意地抬起下巴，一副众星捧月的模样。
孟元这下是彻底无语了。猪八戒站在灯塔下，还真当自己是夜明珠了。看来不给这班人洗洗眼睛，就算他把证据甩在他们面前，他们也只会相信所谓的福星。村长冯大海见状，胡子都要翘到天上去了，竟敢污蔑我女儿！万一触怒了天神，咱们村子都吃不了兜着走。肯定是孟仲山教他女儿这么说的，想讹我们家的钱。你们几个把孟元给我捆起来！他带来的几个壮丁凶神恶煞地朝孟元走过来。这群人可真难缠。孟元心一沉，这时人群里响起一声惊呼：“哎呀，哪个不长眼的敢砸老娘！”只见人群中的空地上，不知从哪丢出来一个包裹，这不是冯元涛的衣服吗？里面包的怎么是我的肚兜？还有我的，零零散散露出来几件样式不同的花肚兜。冯元涛的脸唰的一下白了下去，偷偷摸摸想溜。刚刚尖叫的几个妇人立马反应过来，嘶喊着扑了上去，重重在他脸上挠下一道血痕。小畜生，老娘的东西都敢偷！冯元涛惨叫连连，被几个妇人追着落荒而逃。村长也不顾不上孟元的事了，急急忙忙地追了出去，嘴里还一边喊着：“别打我儿子的脸，他还没成亲呢。”冯柳柳在原地愣了一下，不敢置信他爸竟然就这么走了，咬牙狠狠瞪了孟元一眼，也扭头离开了。众人一哄而散，孟元松了一口气，方才因为紧张而握在一起的手骤然松开，耳边哐当一声，孟仲山手里的斧头落地，显然也是一副心有余悸的样子。元，都怪爹不好，没有保护好你。孟仲山原本干瘦的脸又苍老了几分，孟元心头一暖，同时也有些羡慕原主，有这么疼爱他的一个爹爹。他的爹爹也很爱他，只是很早就去世了。父爱一直是孟元心中执着的痛，如今看着孟仲山拼死维护他的模样，眼眶竟然涌上些诗意。爹爹很好。孟元眨眨眼，把眼泪逼回去，露出一抹甜甜的笑意。父女两人把蒸鱼重新热了热，吃过晚饭以后，孟仲山就睡下了。古代没有什么娱乐活动，睡得都特别早。孟元躺在坚硬的床板上，翻来覆去的，怎么也睡不着。冯元涛拿出所谓的证据时，孟元也被吓了一跳。若不是那突然冒出来的布包，光凭那只肚兜，他就算装傻说出了实情，也免不了要被强抢回冯家。但究竟是谁在暗中帮了他呢？孟元眯了眯眼，脑海中忽然闪过一张俊美的脸。这时门外忽然闷哼一声，紧接着是什么重物落地的声音。孟元赶紧走出去，一眼看到院子里躺着个人，月光下楚轩的脸色比之前更加苍白，唇缝处还隐隐透着一抹嫣红。孟元一惊，快步走到楚轩身边，捏住手腕，打算给他诊脉。不料刚刚把手搭上去，男人倏地睁开了眼睛，牢牢扣住了他的手。男人凌厉阴冷的视线瞬间缠绕上来，像是丛林里狩猎的黑豹，让孟元瞬间背后一凉。楚轩，他愣了愣，想要解释，但手上力道陡然一松，男人头一歪，直接栽到孟元怀里，彻底晕了过去。怀中男人呼吸急促，剑眉紧拧，精致的五官在月色下仿佛笼罩着一层淡光，让人挪不开视线。干，这张脸长得也太犯规了吧！孟元呼吸一滞，心脏突突地跳个不停。他掐了把自己的脸，强迫自己从美色暴击中清醒过来，重新抓起楚轩的手腕，细细探听墨相。这墨相是中毒了。孟元动作一顿，眼神变得复杂起来。只不过这毒好像还挺棘手的。事不宜迟，孟元把男人拖进房间里，又给他按了几个穴位，暂时封住了楚轩体内爆发的毒素。看着楚轩脸色渐渐好转过来，天色也已快大亮，孟元忙了半宿，终于支撑不住，伏在床边睡了过去。孟家的，你家都多久没交钱修路了？你们要是再不交钱，村长了要赶你们走了。我们上个月已经交过了，你们怎么？次日一早，孟元是被门外的争执声吵醒的。
他悠悠睁开眼睛，楚轩还没有醒，但是脸色已经比昨晚好了不少。听到外面的声音，孟元皱了皱眉，迈步走出去，看到孟仲山和一个胖大婶站在门口说话。一看到孟元出来，孟仲山的表情变了变，摆摆手让胖大婶赶紧离开，我会尽快把钱凑齐的。孟仲山扭过头来，发现孟元打着哈欠，眼底是明显的青黑，立马露出心疼的表情。圆圆，昨晚没睡好。孟元摇摇头，疑惑地看着胖大婶离开的身影。修路，他记得村子里早年就凑过钱修路了，怎么这会子又要修路？孟仲山没注意到他的表情，反而往屋子里探了探头，看到他上的楚轩，脸色沉了下来，语气也变得有些严肃。小楚怎么在你房里？你们……孟元眉心跳了跳，总觉得孟仲山似乎对楚轩特别防备。他露出一抹憨笑：“爹爹，昨天楚轩哥哥晕倒了，睡在院子里，好可怜。”听到他这么解释，孟仲山松了一口气，把他拉到一边：“圆圆，爹爹会再帮你物色一个新的夫君。至于小楚，他伤养好了以后会离开，你把他当客人对待就行了。”说完，孟仲山背上农具，准备下地干活。走之前还反复叮嘱孟元不要再出门。孟元眼底的傻气褪去，盯着床上紧闭着眼睛的楚轩摸了摸下巴。方才他又重新把了一次脉，说来奇怪，他按了穴位后，毒是暂时封住了，可却还有剧增的势头，若不及时去毒，只怕这人的命都要保不住了。他想了想，从院子里拿了一只锄头，按着记忆往昨天的山头走去。昨日下山路上看到好些野生草药，前去找找，说不定能找到有用的。刚走到山脚下没多久，耳边就传来一声娇笑：“圆圆，今天村子里的人都上山野猎，本以为昨天的事后你会在家待着呢，没想到能在这儿碰见你。”冯柳柳穿的一身雪白，手里还提着一只小竹筐，施施然迈着小碎步朝他走过来。来野猎还打扮得这么妖艳，孟元心里翻了个白眼，压根不想理会冯柳柳，目光不停在周围搜寻着。忽然他眼前一亮，发现一头大树底下正长着一簇极为茂盛的草药。他立马走了过去，细细观察了起来，是龙舌草。虽然此药性毒，不过正好能够克制楚轩体内的毒素。他刚要伸出手去摘，冯柳柳却抢在前头，一把揪下来一大把。哎呀，这草药肯定大补！冯柳柳语气惊叹，直接把草药丢进了自己的背篓中。你……孟元愣了一下，看到冯柳柳满脸得意的表情，忽然将心底的怒火压了下去，故意委屈地扁着嘴道：“柳柳，这是我先看到的。什么你先看到的？分明就是我的运气好，我们才能碰见这上好的草药。”看到孟元渴望的眼神，冯柳柳更加确信这是好东西，眼里不由冒出金光，忽然大声嚷嚷起来：“大家快来看呀！我找到好东西了！”周围跟着来野猎的村民立马围了过来。冯柳柳珍宝似的拿出草药：“我刚刚上山就发现了这种大补的草药，吃了以后可以延年益寿。”闻言，孟元惊得瞪大了双眼：“好家伙，他还真是张口就来呀！柳柳可真是福星转世啊！我们上山都半个时辰了，连个蘑菇都没采到。柳柳，你采了这么多，分我们一些吧！”村民们纷纷竖起大拇指，不遗余力地夸赞起冯柳柳，都希望冯柳柳能分自己一点。冯柳柳被夸得飘飘然，取出一半分给了村民，忍不住得意地瞥了一眼孟元：“圆圆，我们就先下山了，你再继续找找吧，说不定运气好能找到些野菜。”众人讥讽的声音此起彼伏，孟元垂下头去，嘴角却勾起一抹嘲讽的弧度。这下可有好戏看了。他们走后，孟元把遗漏的几株草药采下来，又在周围找了找，很轻松就找到了龙舌草的半生解药，把两样东西装好。孟元下了山，回到家以后，孟仲山还没从地里回来，院子里静悄悄的。孟元撸起袖子，
走到厨房，把草药熬成一碗浓浓的药汁，打算给楚轩喂下。但是看着男人的睡颜，以及他紧闭的嘴唇，孟媛犯了难，总不是要我嘴对嘴给他喂药吧？想到电视剧里某些画面，孟媛老脸一红。好吧，好吧，那他就为美男舍身一回，绝对不是他贪图美色。孟媛正打算靠近男人，楚轩忽然睁开了眼睛，深邃的眸子近距离地注视着他。孟媛甚至清晰地看见男人漆黑瞳孔里自己通红的脸。孟媛，男人低磁的声音陡然响起。楚轩皱了皱眉，古怪地看他一眼。孟媛被吓了一跳，急急忙忙地想要起来，却一个没撑稳手臂，直接栽在男人的胸膛上。你在做什么？孟媛觉得脸贴着的地方滚烫，但头顶却传来男人透着一股冷意的声音。孟媛赶紧爬起来，通红着一张脸，蹩脚地解释：你脸上有个蚊子。楚轩却犹疑地扫来一眼，紧接着目光落在一旁的药碗上。糟了，他不会露馅了吧？孟媛看到楚轩的动作，有些心虚地咽了咽口水。原主心智只有4、5岁，虽然现在成年了，可哪会什么熬药啊？要是楚轩问起来，他该怎么解释？脑子飞速转着。这时候，外面忽然传来咚咚咚的砸门声，还伴随着一句：“孟媛，你这个天杀的灾星，赶紧给我滚出来！”冯柳柳，你终于做了回人。孟媛松了一口气，一咕噜爬下床，跑到院子里。而在他身后的楚轩，目光在桌上的药碗上停顿片刻，忽然用手指沾了点药汁闻了闻，眸底顿时闪过一片晦暗。孟媛知道自己中了毒。孟媛一走到院子里，饶是有心理准备，也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。原本就不大的孟家小院的空地上摆了好几副担架，上面躺着几个男人，此刻都捂着肚子，痛得死去活来，不停唉声叫唤。就是这个小贱人，一身的霉运。当初村长好心收留他们父女，没想到今天可把我们村害惨了。对呀，把他们抓起来，烧死祭天，不然我们村子人都要死光了。几个中年妇女叉着腰，一副泼妇骂街的架势。孟媛眼睛眯了眯，那草药虽然有毒，但按照村民分的那些量，顶多也就是拉肚子，绝不会出现这么严重的情况。冯柳柳这个傻缺，又整了什么幺蛾子？王婶、刘婶儿，都怪我不好。要是我坚持劝一劝圆圆和孟叔，让圆圆嫁给我二哥，就不会害得大家受这种苦。冯柳柳瘫坐在地上，哭得梨花带雨，抽泣的肩膀不停颤动。昨夜天神给我托梦，说圆圆命犯煞气，只有到我冯家来才能除去煞气。眼下村里人莫名中毒，就是老天降下的惩罚。冯柳柳声音颤抖，不停捶打着胸口，一副内疚极了模样。那日圆圆突然说不愿嫁给我二哥，我和圆圆交好，也不愿强迫她，所以在山上采了草药，想用我的符运抵了这天罚。可不想此举触怒了天神，这草药竟然不管用了。孟媛心里嗤笑，脑袋空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别进水。看样子冯柳柳是诓这些村民吃了不少龙舌草，难怪他们的病情如此严重。幸好他早有准备，一回来就把龙舌草的解药磨成了粉，带在身上以备不时之需。周围村民听到冯柳柳这么说，更加叫嚣着要把孟媛捆起来烧死了。孟媛没说话，只是当着所有人的面，忽然走到水井边舀了一碗水，给躺在担架上的村民喂了下去。孟媛，你做什么？你这灾星还嫌害我们害得还不够吗？你给他喂了什么？一个妇人扑上来，一把把孟媛推倒，身后一双宽大有力的手掌托住了孟媛的背脊。楚轩挺拔的身躯挡在孟媛面前，凌厉的视线扫向妇人。妇人背后发凉，不禁后退了一步。没事吧？头顶传来男人低沉磁性的声音。孟媛眨了眨眼，稍一侧头，楚轩那张硬朗俊俏的脸便闯进视线。这么近距离的美颜暴击，这还是头一回。后腰上大掌托住的位置，肌肤渐渐滚烫，
美色当前，孟媛没忍住咽了咽口水。女子双手捧着发红的脸，双眼迷离，嘴唇张开，痴痴望着面前的人。楚轩薄唇微抿，眯了眯眼，不动神色后退一步。眼前似有两张面孔交织，明明是同一张脸，可从神态看，完全判若两人。想来这人之前一闪而过的聪慧，莫非是自己的错觉？楚轩眸色深了几分，手中力道一松，拽着孟媛的手臂将她扶正。孟叔出门了，有什么事你跟我说。孟媛一激灵，回了神，颜狗误事啊，差点在众目睽睽之下露了下。孟媛狠掐了手臂一把，小嘴一瘪，圆溜溜的杏眼瞬间盈满了泪水。肚子疼，糊糊水吃了就不疼了，可是刘婶推我。女子泪眼汪汪躲在楚轩身后，抬手一扫，告状似的指着刚刚推她的妇人，俏生生的小脸委屈的皱成一团，像极了被欺负的可怜小狗狗。楚轩看着表情灵动的女子，眼底闪过一丝讶异。孟媛以往心智宛如幼儿，时常说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，这次竟说得这般清楚。什么糊糊水，乌漆嘛黑的分明就是泥巴水。你这傻子是要把我们全村的人害死不成？有人用力吐了一口痰，发狠般朝孟媛瞪过来。刘婶也回了神，刚刚被楚轩气势十足的一眼瞪得卡了壳儿，这会仗着身后全是人，立马挺直了腰杆。姓楚的，你就是孟瘸子捡回来的便宜倒插门儿，今天要是敢护着这死丫头，连你一块赶出村去。楚轩虽然人高马大的不好惹，但到底就是个买回来的贱民。他们一村子这么多人在这呢，还怕他？刘婶鄙夷的上下扫了眼楚轩，一咬牙撸起袖子往前冲，想用蛮力把孟媛拽过来，不料还没碰到孟媛，就被一只强健有力的手摁住。楚轩，你真的不怕？刘婶愣了一下，看到楚轩面无表情的脸，还来不及反应，一声清脆的咔嚓声响起。啊！老娘的手要断了啊！刘婶疼得几乎要晕过去，楚轩却没动，轻描淡写扫了眼刘婶身后众村民，无凭无据。凭什么说是孟媛害的？对面鸦雀无声，不知是被刘婶的惨状吓的，还是被这质问问的心虚。刚刚还气势汹汹喊打喊杀的一群人，这会儿都悻悻不敢上前。孟媛躲在楚轩后面，看着男人高大挺拔的背影，眼里直冒红心。没看出来楚轩平时沉默寡言的，关键时刻这么给力。本以为还得和刘婶这群人纠缠一会儿，眼下倒是省功夫了。不过这么拖下去确实不是法子，解药起效还要点时间。楚轩能镇住他们一时半会儿，但保不准。孟媛思索着，朝对面某个角落看去，一道脆生生的女声悠悠响起：“楚大哥，我知道你心疼媛媛，我也不想媛媛受罪，但咱们村不少人都中了毒。”冯柳柳从人群里挤出来，俏丽的瓜子脸上挂了两行泪，满是为难的看过来，说来怪我，白担了这福星的名头，不然这龙舌草也不会没用。媛媛什么都不懂，这罪过还是我来担吧。我现在就去祠堂请罪，只要咱们村能好，就算剜心刮肉我也认了。冯柳柳蹙着眉，一脸舍身成人的表情，推开众人朝祠堂走去。几乎是瞬间，所有人愤恨的目光齐刷刷朝孟媛这边射来，恨不得把他大卸八块。干！他就知道冯柳柳这货一张嘴准没好事儿。这会儿他们当宝贝捧的福星要替他去受罚赔罪，指不定怎么疯呢。孟媛暗骂一声，估摸着时间到了，在众人愤恨的眼神中，忽然咧嘴一笑，拍起了手：“醒哥醒喽，喝了糊糊水，肚子就不疼喽。媛媛赢了，这傻丫头又发什么神经？”有人嫌弃地翻了个白眼，讥讽的话还没说完，就瞪大了眼睛。只见原本昏迷不醒，就连呼吸也极其微弱的刘婶子，不知何时醒了，面色红润，精神头十足，完全不像刚刚病入膏肓的样子，倒像是睡了个好觉。
众人从震惊到不敢置信，所有人脸上写满了愕然。幸好只是虚惊一场，看来天神还是眷顾我们村的，大家也都不要再怪圆圆了。冯柳柳一惊，长睫轻轻颤动，晶莹的泪珠挂在眼角，眨眼间悄然掉落。他吸了吸鼻子，朝着众人盈盈一笑，清灵而美好。他娇娇柔柔的声音响起，所有人才像是回了神，不约而同长松一口气。我就说嘛，柳柳天降福星，往日的好运咱们都是看在眼里的，这回要不是柳柳诚心祈祷，刘婶儿子怕是难说喽。就是，那泥巴水管什么用？还得多亏了柳柳。众人把冯柳柳围在最中间，夸赞他的同时，还不忘踩孟元一脚。孟元眯起眼，眸底冷不丁闪过一抹凉意，看来要改变村里对原主的印象，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功的。不过现在可不是冯柳柳这个冒牌货得意的时候，柳柳好棒！孟元忽然甜甜一笑，小跑着拉起冯柳柳的手到另外一个尚且昏迷的村民跟前。柳柳，也救救他吧！冯柳柳愣了一下，差点没装下去温柔善良的人设，恨不得现在就打孟元一巴掌。顾忌着这么多人在，十分勉强地笑了笑。我又不是大夫。冯柳柳还没说完，孟元快速把话抢过去。可刚刚柳柳说了，如果能救活村里人，剜心刮肉也愿意的。柳柳是要说话不算话吗？孟元睁着圆溜溜的大眼睛，乌黑清澈的瞳仁里满是单纯和真挚。冯柳柳却觉得头皮一阵发麻，连忙挣脱孟元，一扭头却看到村民们一张张殷切祈求的脸。柳柳，你是咱们村的福星，天生就是要帮着村里的，你就忍忍帮帮我们。对呀，现在只有刘婶儿子一个醒了，说不定天神还没看到足够多的诚意呢，你就再为村里牺牲一下。冯柳柳笑容僵硬，这群人怎么这么不要脸？剜他的肉救人，怎么不剜自己的？女人脸色渐渐紧绷，下意识往后一退。孟元舔了舔虎牙，看着完全调转目标的村民，眼里闪过一抹狡黠。刘婶儿子症状最轻，醒得也最快，可剩下几个，少说还要半天。这段时间够冯柳柳喝上一壶了。他不是喜欢当福星吗？那就当个够吧。孟元正准备看好戏，忽然一激灵，只觉有股冰冷骇人的视线粘在后背，让他不自觉紧张，停住了呼吸。孟元小心翼翼回头，入眼处是身形高大的楚轩。此刻他一脸平常，眼神也一如既往的平淡，仿佛刚刚只是他的错觉。孟元疑惑了一秒，立马换上憨笑。不过楚轩只看了他一眼，便移开目光，视线落在门口。只见一名身材矮小灰袍老人挤了进来，肩上还挎着个药箱，是村子里一个脾气古怪的大夫。孟元再度诧异地看了眼楚轩，难怪刚刚冯柳柳等人打上门时不见楚轩人影，原来是去请大夫了。不过一眼就看出这些人是中了毒，这绝不是普通美男。李大夫来了，他们有救了，我就不需要去祠堂了吧？冯柳柳一看见李大夫，就像看见了救星一样，连忙跑到他身边。大夫那里有你管用，刚刚你还救活了刘婶儿子呢。村民不依不饶，认定了只有冯柳柳才能救人。既然这位姑娘这么神，那就用不着老头子我插手了。听到村民这样说，李大夫啪的一下合上药箱，直接将手拢回袖中，皮笑肉不笑地看向冯柳柳一干人等。冯柳柳脸色瞬间僵硬，这群没脑子的蠢货，他哪里会什么治病救人？这些人要是死了，以后他在村子里还怎么待下去？冯柳柳气得几乎把后牙槽都咬碎了，深吸了口气，勉强挤出个讨好的笑容，看向李大夫。李大夫，您说笑了，我不过命格好些，刘婶儿子能醒来也是自己有福气，我不过是祈福罢了，没什么功劳的。您是镇上最厉害的大夫，若能施针救人，肯定事半功倍，人命关天。咱们还是不要耽误时间了。
冯柳柳言辞恳切，说到最后还装模作样抹了抹眼角并不存在的眼泪。不过李大夫却并不打算领情，冷哼一声，沉下脸来，事半功倍，只怕这人治好了，是你福星的功劳；若是治不好，我10几年行医治病的招牌恐怕都要砸了。姑娘，我虽然老了，可也不是好糊弄的。李大夫直言不讳，直截了当地将冯柳柳心里那点弯弯绕绕给点出来。冯柳柳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的，尴尬地站在原地支支吾吾半天，却连句狡辩的话都说不出来。孟元站在不远处，看着眼前这场闹剧，心里简直乐开了花。冯柳柳这回算是碰到硬茬子了，还以为流点眼泪说2句好话就能管用了。人家李大夫压根就不吃这套，这福星的名头，今天非得给他扯下来不可。不过还得再添上一把火。看着冯柳柳一脸骑虎难下的便秘表情，孟元心思转了转，猛地扑进楚轩的怀里。楚轩身子一僵，只觉怀中女子身体柔软娇嫩，还带着一股清新的奶香。低头一瞧，孟元正泪眼汪汪地看着自己，满脸写着害怕。楚轩哥哥，我害怕，他们好像快不行了。孟元抬手一指，不远处地上躺着几个村民，脸色已然发黑，变得青紫，显然中毒加深。周围人听到孟元这声惊叫，纷纷都慌了神，也不管李大夫答不答应了，忙把冯柳柳推过去。柳柳，你是咱们村的福星，可不能见死不救，这些人能不能活，全都靠你了。众人你一言我一句，显然是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冯柳柳的身上。冯柳柳这下彻底慌了神，一看李大夫站在门口，一脸事不关己的表情，更是腿软，在村民们殷切期待的眼神，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。刚刚孟元只是碰了一下刘婶儿子，人就醒了，说不定他再拖点时间，这些人也能醒呢。冯柳柳只能在心里这样安慰自己，开始装模作样的祈福。可整整过去了1炷香的时间，冯柳柳该求的神仙全部都求了一个遍。昏迷的几个村民依旧没有丝毫转醒的迹象，气息反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发的微弱。这怎么回事啊？柳柳，你是不是心不成？怎么不管用了？哎呦，俺丈夫都快听不到心跳了，再拖下去人都要没命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李大夫，你快救救我丈夫吧！俺们全家可就指望这一个男人干活挣钱呢。有人算是反应过来，冯柳柳压根救不了人，纷纷哭天抹泪地跪到李大夫面前，央求他施以援手。可李大夫全当没看见没听见，自顾自地收拾起东西，看样子是打算走了。孟元眼睛一眯，这老头还挺有脾气。想了想，孟元捧着刚刚那碗糊糊递过去，爹爹说了，来者是客，客人如果生气了就不好了。孟元捧着碗，笑得一脸娇憨。李大夫愣了一下，低头扫了眼糊糊水，面露不解。糊糊水散发出一股十分难闻的涩味，旁人一瞧都暗骂孟元不懂事，想过来将他拉开。李大夫却抬手打住，随后接过糊糊水仔细一闻，神色猛地震了震。他抬起头，看见一旁已经苏醒的刘婶儿子，二话不说抓起他的手腕把脉，神色严肃的可怕。刚刚可有吃过什么？众人脸色一变，尤其是刘婶，脸色瞬间变得苍白。大夫，是不是我儿子出什么问题了？刘婶急忙焦急地询问。李大夫，他们上午中了毒昏迷，我们除了祈福什么都没敢动。只有冯柳柳一看情况不对，立马窜出来，捂着嘴惊恐指着孟元：圆圆，你快说呀，你给他们喝的泥巴水里面都放了什么东西？这可是要出人命的呀！冯柳柳一脸着急，心里却得意洋洋，这可是个好机会，要是泥巴水真有问题，孟元这死丫头后半辈子都要被他捏在手里。冯柳柳刚要趁热打铁，李大夫却低喝一声：闭嘴！随即又抬目看了看傻笑的孟元，浑浊的眼睛中闪过一丝光彩，却什么都没问。冯柳柳猝不及防被噎了一下，
顿时满脸涨红，刚要辩解什么，顺着李大夫的目光看到孟媛咧着嘴大笑的模样，气得发抖。这死丫头是在嘲笑他吗？冯柳柳暗地里狠狠瞪了孟媛一眼，然而孟媛却毫无所觉，反而笑得更开心。憨傻的笑容看起来人畜无害，却狠狠刺激到了冯柳柳的心脏。明明是个傻子，但怎么有种被他牵着鼻子走的错觉？冯柳柳目光一顿，索性撇开头，不再看孟媛的方向。孟媛慢慢收起笑容，眼里渐渐淬出到冷冽的光芒。他哪能不知道冯柳柳此刻的煎熬，但要的就是这种效果。冯柳柳不就是仗着原主脑袋傻，所以肆无忌惮的冒领命格，颠倒黑白，从中获取好处吗？日后就等着被他这个傻子一点点玩到死吧。李大夫，这么粗的针扎下去是要死人的。人群忽然躁动起来。孟媛抬眼看见方才嚷嚷着只相信冯柳柳那个村民，正扯着嗓子一脸惊恐的怪叫。只见李大夫手里正拿一根约莫草茎粗的银针，吓白了一张脸。不是求着我救人吗？既然要救命，还是要吃点苦头的。李大夫眯眼笑了笑，捏着银针在剩下几个患者身上比划。身后众人一脸惊慌，甚至有人翻着白眼晕了过去。刘婶瞧着那粗针吓白了脸，不由将儿子抱紧了些。幸好他儿子喝了孟媛给的水醒过来了，不然些粗针可就要扎在儿子身上了。刘婶暗自庆幸，看孟媛的眼神也多了几分感激。孟媛却挑了挑眉，视线停留在银针上片刻，心中了然，龙舌草的毒其实并不难解。他虽对中医不精通，也知晓压根用不着这么粗的针。这老头怕是在吓唬人呢。睚眦必报的老头，怪可爱的，他喜欢。李大夫一通操作，扎血诊脉，不过半炷香的功夫，患者的脸色已然有所好转。就在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时，等等，冯柳柳咬了咬牙，上前一步。他今天必须把这个傻子拖下水，不然以后要再绑住他可就难了。冯柳柳装出一脸为难的看了看孟媛，低着头极难为情的开头：咱们村一直风调雨顺，平平安安的，没出过什么事。今日一下这么多人中毒，像是惹了天神不快。昨日圆圆不愿嫁给我二哥，回去我心中便隐隐有些不安。没想到今日就……冯柳柳眼角挤出几滴泪水，又是不舍又是哀求的拉着孟媛的手，抽泣着道：圆圆，我知道我这话你可能不爱听，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。你若不嫁给我二哥，我担心以后这样的事还会……一派胡言。冯柳柳话还没说完，拉着孟媛的手啪的被人打开。李大夫吊着眉看冯柳柳的眼神，嫌弃的简直像在看一坨狗屎。你们自己贪嘴，胡乱吃了毒草，怎么还能将错怪到别人头上？李大夫眼神凉凉扫过众人，将孟媛给的糊糊水拍到面前，冷哼着笑起来，满是讥讽。这水就是解药，要是早点给患者喂下去，何至于拖到现在用这么粗的银针治疗？如今你们还想着让人姑娘背锅顶罪，别太过分。李大夫这话犹如一枚深水炸弹，瞬间激起千层浪。一时间，村民们纷纷瞪大了眼睛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孟媛这傻丫头做的泥巴水竟然是解药，李大夫不是唬他们的吧？有人心里这么想，却不敢说出来。李大夫是出了名的脾气怪，但这医术却是一顶一的好。他说的又怎么可能有假？众人惊疑不定，看孟媛的眼神都变了。更有几个反应快的，眼神不断在冯柳柳和孟媛两人直接来回看，小声嘀咕：这到底咋回事啊？冯柳柳不是福星吗？怎么孟媛随便搅和的泥巴水能救人，他的祈福却一点用都没有？几人窃窃私语，声音不大，但在场的人都能听得一清二楚。冯柳柳脸色变了变，心有不甘，咬着下唇，盯着孟媛的方向，眼里几乎要冒出火来。不行，他还要靠福星这个名头找个好夫家呢，绝对不能在这时候功亏一篑。至于这个傻子，
如果不能为他所用，这可真是太好了。冯柳柳脸色一变，忽然挤出一个热情洋溢的笑容，好姐妹般挽起孟媛的手。既然如此，圆圆也可以摆脱眉星的名头了。我就知道，圆圆不像大家说的那样。这话一出，村民都露出恍然的表情。孟媛每天跟在冯柳柳屁股后面跑，时间久了，难免沾上福气。一时间，看冯柳柳的眼神又重新变得狂热起来。孟媛被冯柳柳挨着，心里都快恶心吐了。这白脸脑子转得挺快呀。他见过会蹭的，没见过这么能蹭的。孟媛嫌弃地抽出手，刚准备对回去，就听见李大夫阴阳怪气地啧了一声：“要点脸吧，这解药可不是光有福气就能配出来的，不然刚刚让你祈福做法，怎么一点用也没有？”李大夫毫不犹豫地呛声，脸上充满了对冯柳柳的嫌弃和鄙夷，转头却笑眯眯看着孟媛，喜爱之情溢于言表。冯柳柳气得简直要吐血，不过一个傻子，凭什么能比过他？可见李大夫压根不搭理他。冯柳柳不想自讨没趣，更不想节外生枝暴露自己不是福星的事实，只能咬咬牙，带着剩下的村民离开。小院重归清静，孟媛也长舒了口气。这么多人叽叽喳喳的，耳朵都要起茧子了。不过今天倒也不是没收获，起码给冯柳柳个下马威。以后再想搞事，还得再掂量掂量。还有吗？这李大夫看着医术很强啊，刚刚扎针治疗的手法游刃有余。作为21世纪的医学高材生，也不得不对他堪比现代高精度医疗器械的稳健手法感到佩服。光是用粗针扎穴，却丝毫不见血这一点，孟媛有理由相信，这绝对是个大佬级别的大夫。若是能和他搞搞关系，以后给原主洗脱傻子名头，不就方便多了？孟媛瞧着李大夫看向自己时和善的目光，眼里迸出道金光，刚想凑上去多聊几句，门口哐当一声，水桶落地的声音将几人吓了一大跳。身旁劲风掠过，楚轩高大身影几乎在瞬间挡在孟媛身前。孟媛的心猛地提起来，还以为那群村民又回来找事儿了，不想下一秒，男子低沉又带些许疑惑的声音响起：“孟叔，您怎么提前回来了？”孟仲山站在门口，水桶打翻溅了一身的水渍，看着满院被人打砸的痕迹，脸色瞬间一白。圆圆呢？他人呢？孟仲山几乎是歇斯底里的吼叫起来，直到看见藏在楚轩身后的孟媛，猛冲过来握住他的肩膀，上下确认了没事，才猛松了口气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我在镇上替人做活，听说村里要抓你去祠堂，就忙赶回来了。你没事就好。孟仲山脸上全是密集的水珠，不知是赶路的汗水，还是刚到家看见一地狼藉却没见到女儿人影时的崩溃落泪。可他却来不及擦一擦，满眼都是孟媛。孟媛有些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，他从未感受过如此强烈浓厚的父爱。看着孟仲山担忧又苍老疲惫的面庞，不知怎么眼眶竟有些发酸。哎呦，老孟啊，你就别担心了，你女儿精着呢，旁人欺负不了她。孟媛正鼻尖发酸，却又不知道说些什么安慰孟仲山。李大夫有些不着调的声音突然插进来，他笑眯眯地凑过来，分外熟稔地拍拍孟仲山的肩膀，朝孟媛的方向一抬下巴：“你这女儿我看着讨喜，你如果不嫌弃，我帮她治好这痴傻之症如何？”孟仲山一愣，随即露出狂喜，显然有些受宠若惊。这李大夫脾气古怪得很，平时也常在村里走动，只是高兴时愿意多说几句，不高兴时谁的面子也不给，看病更是随心情。往年他带着小孟媛求了多少次，都只得到无力回天的回复。如今圆圆这病能治了，孟仲山脸上是抑制不住的喜悦，但忽然不知想到什么，有些难堪地低下头。可是这诊金一时半会凑不到这么多，能不能先给圆圆治病？李大夫倒像一早料到他要说什么，摇摇头打断他的话：“我与这丫头投缘，这病
我免费治。孟仲山一愣，紧接着笑逐颜开，忙招呼着几人进屋，说是要好好招待李大夫吃顿饭。孟元更是10000个乐意。刚刚他还琢磨着怎么借李大夫的手摆脱傻子身份呢，现在好了，送上门的机会呀！孟元屁颠屁颠地跟上孟仲山的步伐，帮忙端茶倒水，却没注意到落后一步的楚轩微微皱起眉，目光直落在他后背，眼里透着一丝不解和好奇，脑海里闪过那碗黑乎乎却有奇效的泥巴水，穿越的首要保命法则，准确定位大佬，然后疯狂抱大腿。然而因为傻子人设受限，目前孟元能最大限度做到的就是坐在炕上冲李大夫傻笑，企图能在这尴尬的四目相对中，让对方发现自己的人格魅力。对面原本气定神闲喝茶的李大夫忽然放下茶杯，指着炕上的簸箕，一脸好奇：家中可是有人受伤了？怎会有止血草？不好！孟元瞬间拉响了警铃。泥巴水过了明路的，尚且可以说运气好随便糊弄过去，但这止血草可是给楚轩用的呀！孟元还来不及解释，便瞧见李大夫笑眯眯地看过来，只一眼便移开，反而盯着他身后的楚轩，意味深长地点点头：“小伙子，命挺好。”几乎是话音落下的一瞬间，孟元便感觉到后背那股熟悉的让人战栗的可怕视线，顿时一惊，心里不由有些慌。这李大夫是看出什么来了？那楚轩岂不是？不过好在敲门声及时响起，暂时让孟元松了口气，逃也似的奔向门口。要是再多待会儿，他估计一口气上不来，先被憋死了。孟元打开门，看到来人有些诧异，随即扬起憨傻的笑容：“我认得你，刘婶婶家的大哥哥。”刘大牛醒后，便被他娘硬塞了些许米面好肉来孟家登门道谢，说是为了感谢孟家那傻女儿搅和的泥巴水救了自己的命。刘大牛嗤之以鼻，不知道他家这个向来抠门的老娘抽的是什么风，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傻子，还懂治病救人，天方夜谭都没这么离谱。可现在看着眼前这位白皙娇憨的美人儿，刘大牛傻了眼：“你是孟元？”瞧着对方惊愕的脸，孟元点点头，笑容绽放，嘴角露出2个甜甜的酒窝。也难怪对方认不出来，原主本身心智如孩，在原主父亲有意的扮丑下，这张亮丽的脸蛋更是藏得严严实实。他可受不了，本来作为医生的时候，他就有轻微洁癖了，刚才一得空儿就马上把脸洗干净了。衣服虽然破旧，但有心打理后比以前干净整洁多了，整个人看上去就像脱胎换骨般变了一个人。是我呀！孟元笑容灿烂，刘大牛看直了眼，只觉鼻孔一热，2股热流直下，红着脸匆匆把东西塞到孟元手里，捂着鼻子扭头跑得没影了。孟元拎起东西一看，下意识咽了咽口水，好大一块肉，孟家穷的都揭不开锅了。这么久以来，唯一一次吃肉还是刚穿来时他捡到的兔子。孟元激动地拿起裹着布袋的肉蹭了蹭，感动得都快落泪了。肉兄，我好想你。孟父虽说请李大夫吃顿好的，可桌上5个菜有4个是素的，唯一的肉食还是刚刚刘大牛送的，就连摆在李大夫面前那碗白面馍馍，也是孟仲山答应给邻居免费干半个月农活才换来的。孟元叹了口气，瞥了眼孟仲山身上几乎打满了布丁的衣服，鼻尖忽然一酸，现在当务之急还是得先想法子挣钱，改善一家子的生活质量。不过傻子怎么赚钱，这是个问题。一顿饭的功夫，孟元心里已经有个大概的想法了，正苦恼如何才能让孟仲山和楚轩不怀疑，就被孟仲山推了推肩膀，示意他跟李大夫进房间看病。孟元乖巧点头，进去就看见李大夫打开了药箱，银针从粗到细一字排开，抚着胡子，笑得一脸小人得志的模样看着他。孟元眉心一跳，只觉后背有些发凉。李爷爷，
你吃。李大夫失笑地看着孟媛在小挎包里挑挑拣拣，才拿出一小块番薯干，表情有些肉疼地递过来。这丫头倒是精怪，心中更满意了，笑眯眯地从袖里掏出一株草药。老头子，我最喜欢红薯干了，这草药是我随手摘的，跟你换一包行不行？孟媛呼吸一顿，目光落在那草药上，更是微微睁大了眼。这种品级的龙舌草，当真是很少见的呀。前日他也只是运气好，在山上挖到几株龙舌草，品相下等，药效也大打折扣。可李大夫手里这根茎粗壮，叶脉清晰，药效绝对是他那株的10倍不止。孟媛眼里冒光，这一株就能卖不少钱了，用1包番薯干换，不要太划算。孟媛抿了抿唇，目光落在草药上一瞬，又快速挪开。不要，爹爹给的红薯干最好吃了。孟媛嘟囔着嘴，一脸不情愿地摇摇头。李大夫见状，又指了指桌上那套银针，嘴角咧得更开，循循善诱道：“那再加上这套银针呢？”银针在灯光下反射出温润的光泽，一看就知道做工极好。孟媛鼓着脸摇摇头，用手护住红薯袋子，心里却暗骂了声娘。这李老头太鸡贼了，想来是看出点什么，所以故意拿草药和银针试探他。也许这套银针对他上辈子那群痴迷中医的好友来说，不亚于美男近距离跳脱衣舞秀腹肌的诱惑，但是对他而言是没有的，因为他是西医外科医师，中医只略懂皮毛罢了。李大夫却并不意外孟媛的反应，还是一副笑眯眯的表情。他摸着胡子盯着孟媛，若有所思瞧了半天，忽然开口：“你可愿意做我徒弟？”徒弟？孟媛诧异，心里多多少少还带着防备。借李大夫的手脱去傻子身份是一回事，可李大夫突然要收他为徒，又是另外一码事了。徒弟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已经是爹爹的女儿了，不想当别人的徒弟。孟媛只好装傻，带着婴儿肥的小脸上挤出2个酒窝，杏眼弯成到月牙，天然就是张单纯无辜又真诚的脸。李大夫哈哈一笑，转而一副无赖的语气：“哎呀，老头子，我可是闲得很，既然你不同意，那我就天天来找你，等你这痴傻之症治好了，总会同意的。毕竟我这关门弟子的位置，有人挤破头也想坐呢。”李大夫笑容可掬，可孟媛怎么看怎么觉得奸诈。现在100%可以确认，李大夫知道他是装的傻子了，不知怎么没当场拆穿，还要收他做关门弟子。孟媛骑虎难下，三言两语的竟被李大夫堵到了死胡同，只得装作感兴趣的样子点头答应。李大夫倒也利落，见他应下了，便开始收拾药箱，准备离开。不过走到门口，脚步又顿了顿，保有深意地看了眼孟媛，有意无意地提醒道：“这当傻子呢就是好，毕竟傻子什么都不懂，不用顾虑太多，旁人也不会与傻子计较太多。”说完，头也不回地推门离开，留孟媛一人呆愣原地，细细回味他刚才的话。这李大夫的意思是在说他装得不像，如何？身体可有不适？门吱呀一声响，男人低沉富含磁性的声音传入耳中。孟媛应声抬头，一张俊俏刚毅的脸庞引入眼帘。楚轩穿着灰袍，袖口挽到肘部，露出一对精壮结实的小臂，腰间随意系着条腰带。明明是再普通不过的农民打扮，却挡不住宽肩窄腰大长腿的好身材。孟媛下意识咽了咽口水，一瞬间醍醐灌顶，忽然想明白李大夫什么意思了。他还是太收敛了，都当傻子了，还矜持什么劲儿啊？遇到这种美男，就该扑上去，上下其手，大饱口福啊！姜还是老的辣，李大夫这个师傅没白认。楚轩看着满脸桃花笑，一双眼睛贼亮的孟媛，不由抽了抽嘴角。这丫头最近怎么老是一副花痴相？楚轩拧起眉，正打算拉开点距离，眼前忽然一黑，怀里猝不及防撞进一具柔软的身体，一股淡淡的幽香袭来，伴随着女子熟悉的气息，楚轩心跳猛地加速，愣了一下，
楚轩刚想把人推开，腹部忽然贴上一双小手。孟媛，你……他低下头，只瞧见女子软糯白皙的脸庞正紧紧贴在胸口，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一眨不眨地仰视着他。楚轩哥哥，你的肚子为什么硬硬的？孟媛满脸天真，黑瞳清澈又无辜。楚轩脸上闪过一抹不自然，刚要开口解释，孟媛贴在腹肌上的手竟然上下游动起来。楚轩脑袋轰隆一声，只觉有无数道电流划过躯体，最后直涌下腹。孟媛表面仍旧浑然不觉，心里早就乐开了花。这腹肌手感太特么好了！呜呜呜，这是穿越福利了吧？肯定是老天看他上辈子不是看病人，就是动手术研究病例，天天忙得跟个陀螺似的。别说腹肌，男人的手都没摸过。老天心疼他，给他的补偿8块，块块分明，手感滑腻。孟媛现在恨不得把手焊死在楚轩的腹肌上。摸够了没？孟媛还沉浸在美男腹肌的快乐中，头顶猝不及防响起男人压抑克制到极点的声音：“再等一下。”话没说完，后颈脖猛地一凉，孟媛直觉得整个人被提溜着衣领提到了半空中。楚轩板着脸将她扔在床上，满脸黑线，只是耳间隐隐约约有点不自然的红。你知不知道你刚刚在做什么？孟媛脸不红心不跳，一脸无辜的眨巴眨巴眼。可是摸起来很舒服呀，真诚是永远的必杀技。楚轩沉默，盯着他半晌没说话，许是孟媛的表情太坦然。最后楚轩有些挫败地撇开脸，微微叹了口气，以后不许再这样了。话音未落，房门砰的声被人用力踹开。臭小子，你对圆圆做了什么？孟仲山气势汹汹地冲进来，双目猩红，将手里的锄头对准楚轩。向来老实憨厚的脸上布满了严肃和防备，简直就像一头护崽发狠的狼。孟媛讶异地挑眉，这几天相处下来，孟仲山和楚轩的关系虽然谈不上多亲密，但平时相处还是挺融洽的。他和楚轩早就分开，现在也只是共处一室而已。但这会儿剑拔弩张的氛围是怎么回事？孟叔，我什么都没做。楚轩却似乎对孟仲山的防备和警惕丝毫不意外，平静地开口解释。孟仲山脸色依旧难看，径直走过来，小心翼翼地揽着孟媛出门，一边走一边皱着眉叮嘱：“媛媛，你记住，你还小呢，不能和男人单独共处一室。”说着，孟仲山悄悄瞥了眼楚轩的方向，压低声音道：“尤其是楚轩，不要和他走太近。”孟媛一愣，有些不明白，这楚轩不是孟仲山自己买回来的吗？翌日一早，鸡鸣声在村子里响起，暖阳也洋洋洒洒地落下。咯吱，木门被推开，孟媛边打哈欠边走出来，一眼便看见站在桌边收拾东西的楚轩。他歪着头，睁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，呆呆问道：“楚轩哥哥，你去哪呀？”楚轩背起竹篓就往外走，留下一句简短的话：“上山。”一听这话，孟媛跳了起来，精神振奋，猛地跑过去抱住他。放开！楚轩眼角狠狠一抽，背后紧贴着的那抹柔软，几乎令他僵硬到不敢动。我也要去，我也要到山上玩。孟媛脸蹭着他紧实的后肌，眼神都在发亮。美男是一方面，此番上山他还有更重要的目的，弄到肉。孟仲山虽然贫穷，对这女儿确实真情实意，恨不得将心都掏出。面对这种人，孟媛心里既感动又难受，想起对方瘦弱模样，她心中就涌上阵阵酸意。这次该自己对她好了，打点野味对她简直轻而易举，山上动物更加健壮，可谓大补。就在这时，一阵声音突然传来：“你们干什么？”孟仲山见他们姿势亲密，赶忙上前将两人分开。可一看孟媛的脸，他立马急了，拿起地上的泥巴就朝着孟媛脸呼去。哎呀爹爹！孟媛抬手，快速且胡乱地在脸上摇摆着，不让孟仲山把泥巴弄到脸上，又哭兮兮地开口：“媛媛不要！”
柳柳说：“泥泥脏，脏，哎呦，那冯柳柳就不是个好东西。”圆圆听话，糊上了安全。孟仲山急得不行，以往好说歹说，孟媛最后都屈服了，唯独这次例外，孟媛就是不肯。他不知道，孟媛倒不是嫌不好看，而是太脏了。他的洁癖实在承受不住啊！就在两人僵持不下时，一道低哑沉重的声音响起：“孟叔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会保护好他。”孟仲山手一顿，目光在两人身上打转，咬了咬牙后，终究还是妥协。临行前，他一再叮嘱注意安全。孟媛似懂非懂的连连点头。两人一路往山脚走去，中途遇见不少人，一看孟媛，尤其是男人，眼睛都直了。那女人是谁呀？咱们村有这么好看的人吗？只见孟媛腰身苗条，肌肤白嫩如玉，又生得明眸皓齿，发间别上了几朵小野花，走路时蹦蹦跳跳的，花瓣微微飘动，让她多了几分娇美灵动。谁看不说一声漂亮小娘子？有些人想凑上去问问此人是谁，可见楚轩脸色淡淡，周身却弥漫着一股强大的气场。谁敢靠近，只能咽了咽口水，再眼巴巴地盯着。一道道炽热的目光传来，孟媛在心中不屑一哼，真是目光短浅，果然都是只重皮相之人。他若无其事地扫了眼走在前面的楚轩，嘴角下意识勾起。他倒不一样，中途不知为何，楚轩加快了脚步，孟媛借此耍起无赖，走路的速度却不含糊。只不过路上发生了许多小状况，一走到河边就遇退潮，河堤上到处都是被冲上来的鱼虾，一到树下又有许多果子落下，到了庄稼地里，又忽然听到人喊10年未熟的稻谷竟然熟了。不仅如此，一路走来，这些奇妙的事没少发生，且都对他们有利，似乎有好运围在他们身边。楚轩看着停下来整理竹篓的孟媛，眼中诧异一闪而过。近日发生种种事，每桩都能对孟媛产生不小影响，可最后他都巧妙化解，甚至因祸得福。世间真的有这妖巧妙的事吗？古鱼、虾、无花果。孟媛数着竹篓里的数量，越说越欣喜。这还没上山呢，没想到就收获这么多。可最重要的肉还未获得，此趟行程远没有结束。他拖着下巴细细思考，还需要弄点什么。忽然眼里光芒一转，迅速背上竹篓，又一把拉过楚轩往草丛里夺去。速度太快，以至于两人蹲下时扬起阵阵树叶。孟媛生怕被发现，身子往楚轩那边靠紧了些，扒开树枝看着不远处走来的人。那人穿的花枝招展，脸上涂了脂粉，倒也衬得美丽。他似乎有什么开心的事，边走边拿手帕捂着笑。孟媛默默翻了个白眼，暗想遇到冯柳柳真是衰透了。不过没想到前阵儿那般丢人，他还笑得出。既然如此，自己就让他更开心点。他灵机一动，捏起地上湿润的泥巴，就朝着冯柳柳砸去。啊！刺耳的叫声响彻天际，惊得鸟都尽数飞走。冯柳柳脸上全是泥，臭腥味涌入鼻尖，他差点没吐出来，心里头更是火大。正想擦干净脸，看看是哪个贱人做的好事时，又一块泥巴啪地甩到脸上。是谁？是谁做的？都给我滚出来！我饶不了你！他气的声音都在打颤，脚死死地跺地，恨不得将戏耍他的人踩死。看他这副模样，孟媛更乐了，这才哪到哪呀？原主被他欺负得那么惨，而丢泥巴对他来说连惩罚都算不上。一想到原主，孟媛手下更是没留情，完全不给对方喘气的机会。好玩，真好玩！孟媛张大嘴笑着，连连拍手，嘴里还不停嘟囔：“坏家伙，圆圆要把他打跑，让他再也不能欺负圆圆。”他哼了哼，眼里光不停闪动，像是得了玩具不停高兴的小孩。说完，他还用捏起一块泥巴递给楚轩，兴致勃勃地说：“玩，和圆圆一起玩泥巴打坏人喽！”楚轩抬眼看他，眼底一片深意，饶是他盯了再久，孟媛都好似只会憨笑的模样。
根本不像寻常人。想起自己一再猜忌怀疑，他不禁自嘲一笑，是他太天真了。孟元若不是傻子，怎么能隐瞒这么多年？他自问饶是自己定力耐性再强，也无法做到。这时衣袖又被人扯着，楚轩对上那双亮闪闪的双瞳，一时无言。哥哥砸他，帮圆圆报仇。孟元双颊染了红，声调上扬，双手捧着一个巨大的泥团，如献宝似的放在楚轩面前。或许是这双眸太过纯真，这一刻楚轩被压紧的内心似乎也终于松了口气。他接过泥团，勾唇一笑，不同于孟元随手一甩，楚轩准确度更高，劲道更大，一团泥巴直挺挺地糊在冯柳柳头上。孟元怔了怔，更加欢悦地鼓起了掌，笑声在山谷里回荡。圆圆和哥哥打倒坏人喽！彼时冯柳柳正擦干脸上的泥巴，抬头就见孟元那猖狂的笑，他眼中迸发出无数的火花，恨不得将孟元燃烧殆尽。孟元，恶狠狠的语气令人胆寒，被泥巴糊满了整张脸。发怒时，整张脸皱成一团，活脱脱地狱里爬上来的恶鬼。孟元哼了哼，连做了好几个鬼脸挑衅对方。略，圆圆才不怕你。他身子左右摆动，嘿嘿笑出了声。你这个傻子，今天我绝饶不了你！冯柳柳火冒三丈，指着孟元破口大骂，说的要多难听有多难听。你看看自己这副贱样子，又是个流哈喇子的傻子。要不是你恬不知耻勾引我二哥，还真以为他看得上你。你永远只配在阴沟里活着。这话传入每个人耳中，孟元毫不在意。在他看来，只有无能之人才会逞口舌之快，倒是楚轩紧蹙眉头，脸色阴郁。此时冯柳柳还在喋喋不休，楚轩正要打断他，谁知对方竟然冲了过来。可惜他还未碰到孟元半根汗毛，就被绊倒在地，一屁股坐在泥巴上，一股腥臭味伴随而来。冯柳柳脸色发紫，哇的一声就吐了出来。他半跪在地上，全身都因愤怒而颤抖着。也是这时，一阵声音传来：“柳柳，你干什么呢？”听到这声音，冯柳柳当即变了脸。季荣、孟元同时看过去，就见一名身着华贵衣裳的男子走了过来。男子还没走到冯柳柳身边，就迅速捂住鼻子后退几步，嫌弃道：“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副鬼样子？”这话一出，冯柳柳表情更加僵硬，也不知刚才自己那恶毒的模样有没有被他看到。他脑子迅速转动，慌忙地拿起手帕擦干净脸，又想为自己辩解，谁知季荣根本就没在看自己，而是在看孟元。冯柳柳气得抓紧裙角，这傻子从前还知道把脸糊上泥巴，现在到不了花枝招展的出来就知道勾引男人，下贱胚子。孟元自然注意到男子的目光过于热烈，他有些不喜，想着找借口离开时，手被一双大手紧紧攥着，不等反应，楚轩一把拉着人往反方向跑去。那一刻，风吹在脸上，格外轻柔。两人大步走上山，再不见冯柳柳的身影，孟元步伐都轻快了许多。不过天有不测风云，还没到半山腰，天上突然下起了雨，且越发越大。孟元是个傻子，面对大雨反而异常兴奋，脚下几次打滑。好在楚轩及时将人扶着，看着天越发阴沉，雷声愈响，楚轩俯身将孟元头上的斗笠戴紧了些，拉着人一路小跑，去了附近一处山洞避雨。山洞蛛网遍布，寒意更浓。楚轩在山洞里寻了一圈，抱起几块干燥的木头扔到地上。孟元蹲在一旁，眼中忽然倒映着火光。他张大嘴，不可思议地看向楚轩：“哥哥好厉害！”他说完，又小跑到竹篓边，小身子探了进去，摇晃了好一会，拿出数条鱼递给楚轩：“火能烧饭，圆圆饿。”半炷香后，扑鼻的香味在山洞里回荡。两人走了半天，也着实饿了。趁着正烫开吃，楚轩没多大讲究，今日也不知为何尝不出味道，想着吃饱即可，
没想到的是，孟元刚咬一口就吐了出来，他脸色苦巴巴的，伸出舌头扇了扇，许久都没缓过来。怎么了？楚轩以为他的鱼有问题，对方自顾自地跑到竹篓边，扑进去好一通翻找。起身时手里捧着个大柠檬，他眨眨眼，张大嘴将柠檬咬了个口子，手用力一挤，让汁水都流在鱼上。这是什么吃法？楚轩觉得奇怪，不禁蹙眉，生怕他吃坏肚子，沉声道：“脏，别吃，把柠檬给我。”哪知孟元反应极大，把鱼肉一股脑塞进嘴里，边咬边道：“才不脏，甜甜的，圆圆最喜欢了。”楚轩见状，眉头皱得更紧，撕下一块鱼肉一尝，原本毫无味觉的他竟然也感受到一丝酸以及鱼本身的鲜甜味。孟元心里一笑，坐在台阶上一边晃脚一边吃鱼，偶尔拱拱鼻子，像是只吃饱喝足的小猫。他吃得实在开心，可楚轩却放不下心，正想劝他少吃点，心口涌上一丝异样。楚轩摇头，胸口好似塞了许多棉絮，喘息都变得异常困难，周围好似天旋地转。他咬牙，用尽浑身力气靠在墙边，看了眼吃得津津有味的人，竭力调整自己粗重的呼吸。另一侧，孟元两颊塞得鼓鼓的，还在不停咬着鱼肉。好好吃，哥哥要不要柠檬？可等了一会，没听见对方回应。孟元下意识抬头，发现楚轩低着头坐在那一动不动，他莫名觉得不大对劲，又试探性唤了声，对方依旧没有反应。坏了！孟元丢掉鱼，直接冲到了楚轩身边，就轻轻一碰，人就直挺挺地倒在地上。楚轩，只见楚轩眼睛紧闭，脸上毫无血色，额头、鼻尖不断冒汗，湿漉漉的头发紧贴在额间，似乎是太痛苦，一张俊颜都变得有些扭曲。孟元抬手摸向对方额头，触碰到的却是一片滚烫的肌肤。他咬紧下唇，难道是毒发作了？他曾听闻一位中医朋友说过，每到湿寒天气，身上若是基础病，便会马上发作。楚轩身体里的毒本就霸道，后经他治疗，毒素还剧增，若是不赶紧遏制，恐怕会要了他的命。龙舌草，对，龙舌草可以压制毒性。外面还在下大雨，孟元却不管那么多，直接冲进雨中寻找。这龙舌草一般长在山顶，幸运的话别处也能找到，但显然今夜幸运之神没有降临。孟元不止龙舌草没找到，连一些可以降热的草药都没找到，四下搜寻无果。他又担心楚轩状况，只能先回山洞。一摸头，他发现楚轩现在的温度烫得吓人，几乎快逼近40度。若是再烧下去，他不死也要脑残。没有退烧药，孟元只能给他物理降温，但烧到40度，物理降温已经起不了作用，偏偏他越是热，毒素就会扩散得越快。孟元倏地抬头，耳边又回想起中医好友的话，那时他们一个宿舍，经常探讨学术问题。中医源远流长，一脉相承，中医讲究望、闻、问、切。那时自己虽痴心于西医，但也有听几句。探索到发烧这个问题时，对方说了2个字：放血，以针刺破穴位和脉络，放出少量血液的同时，才能外泄内蕴之热毒。而刚好自己将李大夫当初硬送的那套银针给带了出来。孟元自幼学医，医学界都是翘楚，学医最讲究心态，且不可急躁，不可慌神。可他从未习过中医，更不懂扎针，如何下手？他心里升起一丝恐慌。可看着楚轩脸色逐渐青紫，他知道不能再等下去了。孟元重重吐纳，记着几个穴位，直接一鼓作气扎去。楚轩身子痉挛一下，无意识地闷哼一声，似乎更加痛苦。滴答滴答，血液不断落下，将地面染黑了一片。他咬紧牙关，继续下力，朝着楚轩双膝下方发力。对方开始剧烈抽搐，他另一只手按住对方，再次施针。唯一值得庆幸的是，楚轩在几针放血后，脸上的青灰渐渐褪去，
孟元知道这是好转，可越是这样，他越不能放松警惕，直到脸色逐渐红润，他才抽出针靠在墙边，看着湿漉漉的手心。孟元自嘲一笑，在这个世界，看来以后要好好学中医才是。他看着楚轩就这样守一天一夜不敢合眼，直到第二天破晓，楚轩退烧了。那一刻，紧绷的心骤然放开，虚脱感也向他袭来。楚轩醒来时全身都在疼，他扶着头坐起，发现已经回了家。怎么回事？他和孟元不是在山洞中吗？当时自己毒素发作。砰！你可算醒了。李大夫端着一碗热腾腾的药走了进来，上下打量了他一眼。感觉怎么样？楚轩淡道：挺好。那可不，你算是运气好，没死在那。可怜那傻丫头惨了。孟仲山去时发现自己宝贝女儿，自己都冷得瑟瑟发抖，还要把外衣给你，现在还发着烧呢。你若是不等他阴阳怪气地说完，床上坐着的人便没了影。屋内，孟元靠在床边，微闭着眼，小脸没有一丝血色。突然，他咳嗽了好几声，咳得身子都直不起来。楚轩站在门口，搭在门边的手用力收紧，迟迟没有走进去。哥哥，略显沙哑的声音传来，令楚轩立即回神，抬眸便见孟元侧着头看自己，清澈的双眸流露几分欣喜。他忙拍了拍手：哥哥快来。孟元见他迟迟不动，略显焦急，等不及就要掀开被子下床。楚轩大步上前按住他的手：好好躺着，别再折腾了。他将被子扯高了些。孟元似要说话，结果又是一阵咳嗽，这次咳得剧烈，小脸都憋红了。楚轩拍了拍他的背，不见好转，立即走到桌边倒了杯温水。孟元双手捧着，吹了吹杯口冒的烟，将杯子靠近了些。楚轩眨眨眼，圆圆的杯子是不是很好看？他像是刚得到新玩具的孩童，等不及想炫耀。杯子采用琉璃制成，外面有粉色的桃花徐徐绽放，阳光透过来时还散发着粼粼的光，一看就知价格不菲。不仅如此，屋内窗纱采用绫锦，妆台上也摆放着几个精致锦盒。可这间屋子整体来看有些破旧，与精美的小物件相映衬，显得格格不入。木头陈旧，刮痕多，窗户边也打了许多补丁。不过这间屋子算是孟家最好的了。他见过孟仲山的房间，与荒废了数年的屋子没有多大区别。楚轩垂眸，微微失神，良久才点点头：好看。孟元嘻嘻笑着，将杯子捧得更紧：是吧？我好喜欢，想让爹爹再给一个，可是我不敢说。为什么不敢？哥哥笨。孟元皱着眉，凑到楚轩身边小声说：因为爹爹好辛苦的。他第一次看见这屋子都有些不忍，不禁感叹：孟仲山真将最好的一切都给了原主，他如何敢提再多要求？孟元手指摩挲着杯口，缓缓呼出一口气。这时，一阵沉沉的声音传入耳中：以后我给你买，想要多少我都给你。不仅如此，你爹爹也不用那么辛苦。他的声音低沉磁性，一字字落在孟元心间，令他一怔。不过很快，孟元就意识到不对劲，这话是不是代表着楚轩要帮孟家？他心里一激动，差点没高兴地跳起来。好爷，没跳起来是一回事。孟元直接朝着楚轩扑了过去，阳光顺着窗洒落，勾勒出两人交叠在一起的影子。那一刻，周围静得连呼吸声都听得清楚。孟元在上，秀发垂了下来，几根发丝调皮地爬上他的脸颊，触得他心头有些痒。那人的身子很烫，却肆无忌惮地贴近自己，甚至揽住他的脖子，滚烫的肌肤相触，他呼吸一滞，仿佛被架在火上烤着。他平生什么波澜没遇过，唯独这刻有些恍惚。孟元呆呆地看着他，下意识地咽口水。美男眉眼如玉，眉头微蹙，像是困扰，不似平日那般冷漠，让孟元心头一颤。两人望着彼此，周围的温度似乎都高了些。殊不知，门口正站着两个人，一人满眼红光，一人轻笑。
孟仲山身子抖得厉害，不敢相信屋内的景象。他握紧双拳，身体往前俯，再也忍不住要进去时，一双有力的大手搭在他肩膀上。老孟啊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丫头的路就让她自己走吧。李大夫语气轻缓，可分量却重，落在孟仲山心头沉甸甸的。他嘴唇颤了下，终究说不出反驳的话。哟，真是年轻气盛啊！你们俩刚在山里一番折腾，现在身体还没好，就急不可耐了。李大夫不顾孟仲山，大步走进屋子里，这话宛若一盆冷水浇下，让旖旎的气氛瞬间消散。孟元身子瑟缩了下，手一用力，将人揽得更紧。这一闹，两人身子贴得更紧。发丝的芬香一点点钻进楚轩心中，他的手僵在半空，不知往哪放，从未这般局促过。李大夫逆着二人，一看楚轩耳尖红了一片，啧了声，小声嘟囔道：“这丫头还真是个色鬼，把人吃得死死的。”楚轩也及时反应过来，轻推开对方后，快速起身，又欲盖弥彰地咳嗽了声：“行了，要做什么以后有的是时间。这丫头刚醒，我再看看状况如何。你们都出去。”他大手一挥，直接将楚轩赶了出去，毫不犹豫将门关上。他一转身，孟元恢复了正常神情，从床上跳了下来，淡淡道：“多谢师傅。”李大夫挑眉，坐在圆桌边给自己倒了杯水：“不装了。”孟元坐到他对面，冲着对方狡黠一笑：“我白捡个这么厉害的师傅，自然要诚心才是。你这丫头巧舌如簧。”李大夫啧啧几声：“不过有一事我不解，之前糊糊水算是你运气好撞上，那这次呢？我可听孟仲山说山洞地上有很多血迹，把他吓了一跳，才发现是楚轩的血。他不懂医术也就罢了，我一看楚轩便知是你施针，你如何解释？我看你之前不就是这么做的吗？放血排毒呗。”我就随便挑了个位置扎进去。许是孟元表情太过坦然，让人难以怀疑。李大夫一噎，表情惊骇，挑了个位置扎进去了，还扎对了。他在村子晃了这么久，自然清楚这丫头才是真正的好运之人，但这也太逆天了吧？这有何难？孟元点点头，没觉得多稀奇，实际心里却忐忑得很。那会拼命去想，才隐约记起每处穴位，若是以前没把握的事，他断不会去做。突然，他又想起了另一件事，转头看他：“那傻子这事呢？”孟元装憨：“什么傻子？你别想糊弄我！你从前那般痴傻，我从未怀疑，怎么近日一下好了？”李大夫紧盯着他，不肯放过任何一个表情。孟元暗道：这个老狐狸，眼看瞒不住。他灵机一动，想起了一个人，还不是因为冯柳柳？为何？孟元重重敲桌，气得牙痒痒，将那日之事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。还有这事，李大夫是个护短之人，一听这话，火气蹭蹭往上涌，哪管这丫头说的真话假话，当即记恨起了冯家兄妹。看着李大夫恻隐的神情，孟元又凑到他跟前，可怜兮兮地说：“现在我不怕了，有你这个师傅撑腰，别人总不敢欺负我吧？”李大夫一拍胸脯：“那是当然，那我想做的事，师傅你也会帮我吧？”噗！李大夫一口水吐了出来，咳嗽了数声，看着面前这张小脸，当即被气笑：“你这丫头真是鬼机灵！行行行，有什么需要我出面的，我自然会帮你的。嘿嘿，多谢师傅。不过你怎么看出我不傻？”痴傻之人，双目浑浊呆滞，哪像你眼神这么清澈？李大夫翻了个白眼，没好气地说。闻言，孟元一顿，思忖片刻，抬眸：“这么说，楚轩是不是也知道了？毕竟你们之间似乎认识。”李大夫摸着胡子的手缓缓地放下，眼底的落寞转瞬即逝。他饶有兴致地看着孟元，笑道：“正常是没有。”孟元这才松了口气。丫头，李大夫见孟元神色有异，故意笑得一脸暧昧：“你就这么在意他呀？”“我没。”孟元脸色微微一红，解释就是掩饰，越描越黑。他灵机一动，连忙转移话题，凑近李大夫：“
一双无辜的眼睛认真地看着他，轻声道：“师傅，我有一件事情想拜托你。”李大夫看穿了孟元的心思，傲娇地看着他，说罢。孟元俏丽的脸上满是笑意，缓缓开口。片刻后，孟元出了房间，蹦蹦跳跳朝着院中砍柴的楚轩跑了过去。李大夫看着他的背影，喃喃道：“这么好的姑娘，可真是便宜了那个臭小子。”楚轩站在院中，手中拿着一把锋利的斧头，认真地砍柴，额头上渗出一丝薄汗，衣服微微地卷起，露出健康的小麦肤色。孟元一路小跑到楚轩的身边，伸手就抱住了楚轩的胳膊，声音甜腻说道：“哥哥，鱼，柠檬。”楚轩微微一顿，手臂上一阵的温软，少女独特的清香直钻鼻腔。他眼底闪过一抹异样，不动声色地将手里的斧头放在木桩上，低头看着孟元问道：“你想吃鱼？”孟元抬头看着他，认真的点头，眼尖的发现不知何时楚轩的耳朵居然微微发红，害羞了。这帅哥怎么还有点可爱？孟元的心都要化了，简直不要太喜欢。他修长的手指抓着楚轩的手臂，脸颊轻轻地凑了上去。孟元清澈无辜的眼睛紧盯着楚轩，楚轩一时间失神，手臂上的温热酥酥麻麻，能清晰地感受到少女脸上细腻的皮肤。楚轩的耳朵越发的红了。干什么呢？放开放开！孟仲山微怒，冷着脸一瘸一拐走过来，一把将孟元拉到了自己的身后。楚轩低着头，默不作声，将自己的衣袖整理好。李大夫给你病治的如何？孟仲山转身看向孟元，一脸的担忧。他是真的担心孟元，要是李大夫能治好孟元的痴傻症，哪怕让他当牛做马都行。孟元正在想如何回答，房间里的李大夫就走了出来，几步走到孟仲山的眼前，笑道：“当然能治好，我的医术可不是吹嘘。”孟元已经好多了。孟仲山闻言心中大喜：“李大夫，真的吗？丫头的福气还在后头呢，你就放心吧。”楚轩眼神复杂地看了李大夫一眼，孟仲山拉着李大夫十分的感谢：“李大夫，您先别走，吃完饭我送你回去。”他转头看了一眼楚轩，沉声道：“圆圆想吃鱼，你快去做吧。”说着就拉着李大夫进了房间。了解孟元的病情，楚轩转身去了厨房做鱼。孟元一路跟着他，抱着楚轩的胳膊，手指有意无意地轻抚手臂。厨房里，楚轩动作熟练地拿出一条鱼，拿起菜刀就开始处理。孟元被安置在了一旁，手里拿着一双筷子，呆呆地看着楚轩。楚轩腰身挺立，目光专注地看着手里的鱼，菜刀在他的手里宛若游龙。做菜的时候，动作行云流水，干净利落。没几下，刚刚还活蹦乱跳的鱼就已经安静地躺在了烤架上，一股香气慢慢地蔓延了出来。热腾腾烤鱼加上柠檬汁端上了饭桌，众人坐在一起开始吃饭。孟元紧挨着楚轩坐在一起，一手拿着筷子，一手端着碗，身体几乎半靠在楚轩的怀里。楚轩眼角的余光看着他，孟元卷翘的睫毛微微闪动。刚刚碗里的鱼肉早已被他吃得精光，不动声色地抬手将一块鱼肉放入了他的碗中，贴心地将鱼刺剔除干净。孟元目光如炬地盯着碗里的鱼肉，大快朵颐。楚轩做的鱼味道就是不一样。李大夫品尝着鱼肉，赞不绝口。楚轩将鱼肉夹给孟元，沉声道：“这鱼你们既然觉得好吃，我便打算做一点拿出去卖，赚点钱贴补家用。”李大夫和孟仲山都诧异地看着他，疑惑道：“卖鱼？”楚轩摇了摇头，轻声道：“不行，这个配方太简单了。”孟元将最后一块鱼肉放到嘴里，看着楚轩，眼前一亮。李大夫沉默片刻，这鱼做的实在是鲜，鱼肉鲜香四溢，色泽艳丽，一看就有食欲。不过就是方法太简单，确实容易被人抄走。楚轩疑惑地看着李大夫，手里的动作停住。孟仲山对吃鱼没多少讲究，可一听李大夫的话，立马就来了兴趣。
李大夫缓缓地放在筷子，眼神不经意地看了孟元一眼。我家中还有一个做鱼的秘方，我教给你，保准你做的鱼香飘十里，闻着都让人流口水，拿出去卖一定能赚钱。楚轩低头沉默，并未说话。孟元握着筷子的手微微一顿，小老头这么相信他，吃都没吃过呢，就说得这么自信了。孟仲山眼前一亮，连忙道谢，刚想将鱼肉放入孟元的碗里，就看楚轩和孟元靠得近，脸上的笑容瞬间僵硬。孟仲山眸光冷冽，咳嗽了几下，可孟元一点反应都没有，看着楚轩一副痴傻的模样，仿佛看着楚轩能下饭一般。孟仲山恨铁不成钢，楚轩感受到了那吃人的目光，身子缓缓地坐直，往孟仲山的位置靠了一点。孟仲山这才满意，他拉着李大夫询问孟元的病。李大夫，我女儿什么时候才能好？李大夫体恤孟仲山爱女心切，夹起一块鱼肉放入嘴里，漫不经心地说道：想要治好还需要一些时间，我打算给她针灸试试。孟仲山一听连忙道：针灸？李大夫放在筷子解释了一番，针灸对痴傻症的效果会更好，一会儿就让孟元跟我回家里一趟，我给他好好的针灸一下，顺便做鱼的秘方一起拿回来。孟仲山连忙点头，对着李大夫千恩万谢，还有点不好意思。李大夫，您能这么帮我女儿治病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。李大夫眼里只有鱼，边吃边说道：我和这丫头有缘分，她是我的关门弟子，应该的。孟元心中一喜，这师傅可真上道，事情办得这么好，一点都没有刻意的成分，果然是个高手。楚轩坐在一旁，将他们的话听得一清二楚，深邃的眼眸如深潭一般深不见底。孟元吃完饭，抱着楚轩的胳膊不肯移开，一脸的满足，手隔着布料有意无意地往腹部摸下去。楚轩一把按住他的手，微红的耳朵极力地压制着克制。孟元的手被握住，手背上温热的触感让他不由得心跳加快。楚轩的呼吸有点乱，漆黑的眸光毫无威慑力地盯着他。李大夫将东西收拾好，看着孟元喊道：好徒弟，该上路了。孟元憨笑地跑过来，孟仲山在门口相送，依依不舍地看着孟元。你放心，这丫头我很喜欢，绝不让她被人欺负。李大夫拍拍孟仲山的手，带着孟元出了门。孟元跟着李大夫走了许久的路，终于到了一处僻静的住所。李大夫拿出钥匙打开门，看着孟元，别过头指着他们身后的一处草垛，轻笑道：丫头，没想到你这么招人惦记。被人跟踪了。孟元假装弯腰去见地上的石子，不动声色地转头看去，就看到一个男人从草垛后面探出头，正警惕地往这边看，被孟元看到后又躲藏了起来。是他。孟元一阵的恶心，连忙摇头，拉着李大夫解释：他就是我同您说过差点害死我的冯元涛。什么？李大夫脸色瞬间一变，眉头紧蹙在一起，怒道：就他那个样子，还敢觊觎你？孟元懵懂地笑道：师傅，没事，别搭理就行。不行。李大夫一想到自己的好徒弟差点就死在这种人手里，就气不打一处来。他转头看向孟元，正色道：这个畜生交给师傅我，你先进去。李大夫们都没来得及进，手背在身后怒气冲冲地朝着前方草垛走了过去。老头还挺记仇，不过想到第一次见面，李大夫怒对冯柳柳的样子，孟元就知道他肯定不会吃亏。孟元乖巧地站在门口，蹲下身子，从地上捡起一个木棍，装模作样地在地上画着玩。不久，李大夫悠闲自得地背着手走了回来，脸上还带着灿烂的笑容，抬手轻轻地抚着胡子，那样子简直像极了做好事求夸奖的熊孩子。孟元一脸的好奇，这就结束了？师傅。孟元连忙起身，一脸单纯的笑容。这时，远处的草垛旁，冯元涛发出一阵惨叫，随后疯疯癫癫地往前面跑去。孟元双眼发亮，惊讶地看着李大夫，扔掉手里的木棍，凑到李大夫面前，
好奇地问道：“师傅，刚才发生了什么？”李大夫走进院子，一脸得意地说道：“师傅，我让他吃点苦头罢了。师傅厉害！”孟元站在原地拍手。李大夫看着孟元，一脸的欣慰。他走进房间，从房间里拿出了一本书籍，丢给孟元。孟元双手接过，差点没摔倒地上。书籍很厚，拿在手里沉甸甸的。他捧着书看了一眼书名，认真的辨认，古早的篆体，连笔潦草，好半天才看出上面的字。子午真学法，一本医书。孟元翻开书籍，当场石化在了原地。书籍里写满密密麻麻的文字，都是古体，上面的字仿佛无数个横七竖八摆放的蚂蚁尸体，造型各异，完全不认识。孟元作为新时代的西医天才，从小学的便是简笔字体，这本书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天书。要命，真要命！孟元站在原地，捧着书拧眉，半晌没动静。他求饶般地看向李大夫，一脸的愁容：“师傅，这是什么呀？我不懂。”他说着，当着李大夫的面将书翻过来翻过去好几次。李大夫坐在树下的椅子上，悠闲地给自己倒了一杯茶，吃了要多的鱼，有点腻得慌。看到孟元这副懵懂天真的模样，朝着孟元招招手：“过来。”孟元连忙走过去，将书还给李大夫，微微弯腰，乖巧虚心求教：“这一本医书可是你师傅我的宝贝。”李大夫将书籍缓缓翻到后面的部分，上面有许多药草的图案和记载。他得意地指着上面的药草给孟元看：“这不就是龙舌草和相对应的解药吗？是不是很清楚？”孟元眼前一亮，果然是龙舌草，上面的图案栩栩如生。师傅，这医书是从哪里来的？李大夫闻言突然得意的一笑，骄傲地说道：“你师傅我自己写的。”啊！孟元惊掉了下巴，倒没想到这可爱的小老头竟然还有这一手。听着小徒弟夸自己，李大夫更加得意，恨不得现在就将自己的看家本事都展示一遍。丫头，你识字吗？李大夫看向孟元的目光带着一丝打量。孟元尴尬的一笑，嘟着嘴无奈道：“师傅，我们这穷苦山村吃饱饭就不错了，哪里还能识字？”李大夫哈哈一笑，他倒真忘了这一点。不过没关系，有的是办法。今日你成为我的关门弟子，这本书就传给你，上面的字回去让楚轩教你。楚轩？孟元将医术抱在怀，如获至宝，心里满是疑惑。楚轩不是孟仲山买回来的吗？他怎么可能会识字？李大夫又是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的？他们的关系难道是在更久之前就认识的？李大夫起身，从房间里拿出笔墨纸砚，坐在椅子上沉声道：“丫头，你那个做鱼的配方是什么？你告诉我，我写好你带回去。”孟元的思绪一下子被拉了回来，乖乖地站在李大夫身边，将配方背了出来。片刻后，李大夫看着手中的配方，惊叹道：“你这丫头到底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不知道的？这配方的配料丰富，一看就知道做出来好吃。”孟元嘿嘿一笑，多亏自己吃货的经验，没想到在这里派上了用场。这可是美食达人鉴定过的绝佳做法。他殷勤地说道：“改天等师傅来我家，一定给师傅做着吃。”李大夫哈哈一笑，将配方交给孟元。时间不早，李大夫准备送孟元回去，在路过村长家的时候，就看到了精彩的一幕。冯元涛被一个身形高大的男子按在地上暴揍，发出一阵阵惨叫和求饶。男人人高马大，压在冯元涛的身上，拳头重重地砸下去。冯元涛一点反抗的余地都没有。一旁站着的妇人手叉着腰，指着冯元涛破口大骂，吸引了不少村民过来围观。什么畜生玩意，光天化日朗朗乾坤，管不住自己下半身，要不要脸？此言一出，在场众人一片哗然，对着地上的冯元涛指指点点。冯元涛上次偷人家肚兜也就算了，现在居然对50岁的大妈下手，还被人儿子撞见，真够无耻！快看，他那儿还不受控制呢，太恶心了！孟元闻言震惊无比，他瞪大了眼睛，好奇地看过去。
冯元涛面上满是灰尘，脸上的潮红遮掩不住，大口地喘着粗气，但并不是中了春药。孟元强压着心中的惊讶，下意识看向身旁的李大夫。孟元凑到李大夫的身边，一双大眼疑惑地看着他，轻声问道：“师傅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李大夫抚了抚下巴那一小撮胡须，一副高深莫测的模样。这畜生不是很好色吗？我不过是帮他扎了一针而已。哇，师傅你好厉害呀！孟元清楚，李大夫虽说的轻松，但如若不是对穴道了如指掌的人，是绝对做不到这种事情的。他心里对中医的热情愈发高涨了。要知道，他学西医多年，这种事情在西医上不靠任何药物是绝不可能做到的。李大夫感受到小徒弟崇拜的眼神，忍不住挺了挺胸脯。哦豁，还是小女娃娃香啊，哪像那些个臭小子，怎么可能用这种眼神看我？小老头的语气带了点小得意。嗨嗨，只要你认真学，这一招你迟早也能学会的。孟元闻言，紧了紧怀中的子午针学法，忍不住有些担忧道：“可是冯元涛是村长的儿子，他们会不会报复你？”李大夫心底一暖，随即冷哼一声，背过手不屑道：“就他们一个小小村长，皇帝来了都要给老夫一个面子呢。”孟元微微一顿，有些哭笑不得。小老头还挺能吹。孟元扫了眼嘈杂的人群，心生一计，一溜烟就钻到人群中去。不一会，人群中突然有人大声声讨，真是太恶心了！当着人家儿子的面猥亵一个老妇人，这冯元涛三番两次这样，就应该实施杖刑，好好警告一下，不然以后别说年轻姑娘了，怕是我们的老娘都不敢出门了。周围的声音突然一息，这时冯元涛突然发力，将身上的男子推开，猛地把老妇再次扑倒，大喊道：“啊，老子憋不住了，让我爽一下吧！”老妇吓得对冯元涛拳打脚踢，枯皱的脸上一片惶恐。“哎呦我的妈呀，这个不要脸的肮脏玩意，你们快救救俺呀！”周围瞬间乱成了一锅粥。孟元趁机从人群中溜了出来。李大夫无奈地摇摇头，笑道：“走吧，这种脏东西少看，辣眼睛的脸，走喽，回家喽。”孟元恢复平时的模样，一蹦一跳地跑在李大夫前面。李大夫看着小女孩的背影，欣慰地摸了摸胡须，跟上去。还是丫头好啊，孝顺又暖心哟。此时，黑暗的角落中，一双眼睛将孟元的所作所为都看在了眼里，眸中满是愤恨。孟元前脚刚离开，后脚村长夫妇就慌忙赶了过来，人群再次躁动了起来，不停有人慷慨激昂地喊道：“总不能因为冯元涛是村长儿子就可以为所欲为，必须给个教训，村长也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。”回到家，孟元远远的就看到孟仲山坐在门前的石头上，夕阳西下，温柔的阳光洒在他的身上，苍老的面容慈祥无比。不知为何，孟元的心口涌上一丝酸楚。“爹爹！”孟元扔掉手里的小石子，朝着孟仲山喊了一声。孟仲山看到他，连忙起身，悬着的心终于放下，一脸笑意的起身迎上去：“圆圆，慢点慢点，当心脚下。”孟元扑到孟仲山的怀中，孟仲山一眼就看到孟元怀里的书籍，皱着眉疑惑地问：“这书是？”李大夫抚着胡须，微微的颔首：“这丫头其实很聪明的，一眼就看中了我的宝贝。她是我的徒弟，医书还是要看的。”这……孟仲山不敢置信地看着孟元：“爹爹，圆圆厉害，学会治爹爹的腿。”孟元举起手里的医书，一手叉着腰，昂扬着小脑袋，一脸骄傲的小模样。“好好好！”孟仲山闻言，瞬间激动得热泪盈眶，声音哽咽：“好，你有这个心，爹就心满意足了。”孟仲山扭头就冲着李大夫猛地跪下，泪止不住地流下。“李大夫，我得谢谢你。要不是你，我家这丫头这辈子也就那样了。”说罢，还想往地上磕头。李大夫吓得连忙将人扶起来，拍着孟仲山的手安慰：“哎呦，使不得使不得，
这是丫头自己有福气。孟元呆呆地站在原地，没忍住湿了眼眶。他的父亲没有因为每日得去县里搬泥沙做苦工喊过累，没有因为吃不起饭喊过苦，更没有因为被人接二连三的胁迫陷害低过头，却为了他这个傻女哭得像个孩子，对人下跪感谢。他怎么能不动容？楚轩听到动静，刚走出房间，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一抹温软撞了满怀。孟元吸了吸鼻子，趁机偷偷将鼻涕擦在男人的衣服上，掩住自己的哭意。哥哥，圆圆，好想你。孟元的耳朵贴着楚轩的心口，清晰地听到楚轩加快的心跳，鬼使神差地伸手入了一下男人腹肌。下一秒，头顶被一只大手按住，楚轩将他从怀里扯了出来，配方拿回来了。孟元认真的点头，从怀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了配方，递给楚轩：“哥哥，做鱼好吃。”楚轩接过配方看了一眼，配方将配料和用量都写得很详细，只是为何配方一点成就感都没有，字迹还有点湿软，显然是不久才写上去的。哥哥，做鱼，圆圆想吃。孟元说着，又想往楚轩的怀里蹭，被楚轩按住肩膀拉开距离。楚轩沉声道：“我这就去做。”孟元像个跟屁虫，屁颠屁颠地跟在他的身后去了厨房。楚轩按照配方做鱼，将鱼对半切开，直接放入锅中炙烤一番后，便能闻到鱼的鲜香味道。孟元闻到香味就跑了进来，看着锅里的鱼，指指一旁盘子里的蔬菜，一把抓起就放入锅里。楚轩眼疾手快，抓住他的胳膊，但为时已晚。少女手臂细腻的皮肤带着温热的触感，从手心一点点的蔓延。楚轩的心间微微一热，他将孟元拉到了一旁，沉声道：“你怎么什么东西都往锅里放？”孟元认真地看着他，水汪汪的眼睛满是无辜，委屈地说道：“师傅说可以放喜欢的菜。”楚轩拿他没办法，没有再说什么。等鱼做出来后，香味扑鼻，添加的蔬菜还提升了不少的鲜味道，色香味俱全，看着都很有食欲。楚轩将鱼盛到盘子里，孟元眼前一亮，跟在他的身后拍手称赞：“好香，好香！鱼的确实味道很不错。”孟仲山都忍不住夸赞：“李大夫，你这配方真不错，我还从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鱼。”楚轩给孟元夹了一块鱼肉，自己才尝了一口，味道鲜美，将鱼鲜嫩的优点发挥了出来，确实不俗。孟元吃着开心，比自己在饭店里吃的还要美味。本以为楚轩还得一段时间才能做出这么好吃，不曾想他竟然厨艺这么好，第一次就能做出来，不愧是天赋型选手。哥哥，棒棒，厉害！孟元夸赞道。楚轩没有说话，心里却满是疑惑。他认识李大夫这么多年，从来不知道他还有做菜的手艺，还说什么祖传的配方。楚轩压根不信，他深邃的眼眸看向一旁大快朵颐的孟元。孟元感受到了他的视线，拿起手里的鱼肉喂到了楚轩的嘴里，冲着他天真的一笑：“哥哥，吃。”吃完饭，楚轩和孟元一起收拾桌子。李大夫将孟元的病情给孟仲山打了包票：“孟老弟，圆圆的事情包在我的身上，我一定将他治好。”有了李大夫这句话，孟仲山喜笑颜开。他看向孟元，眼底闪过泪花。这么多年，可算是有救了。李大夫吃饱喝足，便告辞离开。刚走没几步，就被楚轩挡住了去路：“臭小子，你干什么吓我一跳？”李大夫语气不善，一脸不满地看着楚轩。楚轩微微蹙眉，目光阴翳地看着李大夫，问道：“那个配方真是你家祖传的？”李大夫眼神闪躲，理直气壮地说道：“不是我家的，难道是你家的？”楚轩一脸平静，淡淡大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晚辈有一事不明，还请指点。”李大夫狐疑地看着楚轩，猜不透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李大夫皱眉冷声道：“说吧，我还能被你难住？”楚轩故意一脸疑惑地问道：“配方上写的用量都那么精准，火候的掌握有什么技巧？”李大夫看了他一眼，
摸着胡子的手轻轻一顿，淡淡道：“嗨嗨，配方上写的清清楚楚，你自己去看不就行了？一条鱼里面要加入几种佐料，您可还记得？”“我当然记得，这还用问？几种？”李大夫一顿，瞬间明白这家伙是在诈自己。幸好孟元提醒过他，楚轩会起疑，让李大夫一定守口如瓶。楚轩目光敏锐地盯着李大夫，仿佛要将人看透一般。李大夫突然一笑，伸出手指着楚轩，假装生气地说道：“臭小子，你想欺负我这个老家伙？我没有。”楚轩微微垂眸，只是想知道真相。李大夫扶着自己的胡子，低声道：“药方就是我的，还有件事。”楚轩疑惑道：“什么？我那乖徒儿不认字，你教教他。”楚轩惊讶地看着李大夫，他孟元痴痴傻傻，心智如孩童，读书对他来说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。可他转念一想，李大夫的医术高超，自有妙手回春的名声，他现在给孟元治病，或许能治好，多读点书也没错。李大夫看着沉默的楚轩，故意地瞪了他一眼，不满地说道：“你成天欺负我徒儿，现在帮帮他如何？”楚轩哑言，看着李大夫轻轻点头。李大夫脸上浮现笑意，淡淡道：“算你识相。”他说完便转身离开。楚轩站在原地，看着李大夫远去的背影，沉思许久。房间内，孟元躺在自己的床榻上，手里抱着子午针学法，认真地看着后面的图案。看到楚轩，他嘿嘿一笑，将书往被子里一放，鞋子都来不及穿，就朝着楚轩扑过去。楚轩快步上前，在他双脚刚要落地时，就将人接住，怀中抱着少女轻如鸿雁，奶香味扑鼻而来，手中温软的触感直击心房。孟元的手搭在他的脖子上，刚要凑到楚轩的脖梗处，突然被他握住了手，又匆匆放开。他疑惑地看向楚轩，抬头时余光恰好看到楚轩微红的耳朵。孟元抿着嘴角偷偷一笑，他好像找到了戏弄楚轩的乐趣了。嘿嘿，哥哥，抱。孟元的手从楚轩的脖梗滑到了胸膛上，隔着布料都能感受到精壮的腹肌。楚轩将孟元放到椅子上，一把将他按在椅子上，幽声道：“想识字，师傅说多读书，识字之大体。可是圆圆不会。”孟元低着头，声音越发小，明亮的双眸楚楚可怜地看着楚轩，四目相对。楚轩迅速移开了视线，淡淡道：“我教你。”“好耶，哥哥最好了。”孟元拍着手，一脸的开心，两只雪白的脚丫轻轻地晃动，可爱至极。楚轩将桌子上的东西随手推到一旁，将茶盏放在自己的手边，指尖轻轻地沾了一点茶水，在桌子上将孟元的名字写了上去。“圆圆，这是你的名字。”楚轩食指指着上面的字，轻声地说道。孟元凑合过去看了一眼，桌子上的字写得苍劲有力，水滴沾在上面，立体感十足。他呆呆地握住楚轩的手，学着念孟元。“很好。”楚轩说着就想抽回自己的手，孟元却握得更紧。孟元雪白的手指紧紧地握着楚轩的手，真如孩童一般懵懂地看着那个字，认真的模样仿佛看到了什么新奇的东西。“圆圆，手。”楚轩提醒道。孟元顿了一下，依依不舍地放开。他认真地看着楚轩写的字，学着他的样子沾水在桌子上胡乱的画，转头看着楚轩的时候嘿嘿一笑。楚轩看着他脸颊上的小酒窝，甜甜的笑容让他瞬间没了脾气。“不是这样的。”楚轩握着孟元的手，两人都微微一顿。楚轩的手掌宽大，骨节分明，手心带着温热。孟元的手被他轻轻地握着，手背上传来的触感，孟元的脸微微发红。楚轩就着他的手，沾着水在桌子上将刚才的字一笔一画地写下。孟元的半边身子几乎贴着楚轩，两人靠在一起。楚轩的认真的教字，孟元早已心猿意马。他侧过脸欣赏着楚轩英俊的侧脸，修长的睫毛，高挺的鼻梁，微薄的唇线，完美的下颌。半晌，楚轩突然道：“学会了吗？”
孟媛的脸已经彻底红透，美色当前，她完全没有学习的心思。啊，圆圆，不会，她小声地说道。楚轩假装没看到她刚才那副花痴的模样，耐着性子继续教。片刻，孟媛已经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，几家欢喜几家愁。此时的冯家已经闹翻了天，冯元涛躺在冰冷的水中，症状一点都没改变，脸色潮红，眼神迷离，下半身肿得发胀，他嘴里一直很疼。女人，女人！冯元涛一把拉住村长，不停地喊着。冯元涛身体备受折磨，痛苦地哀嚎：“娘，救救我，给我找个女人吧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”冯母听到他的话，心疼无比，连忙上前说道：“儿啊，你到底是怎么了？这可怎么办呢？”村长在一旁沉默许久，走过去一把按住冯元涛，目光死死地盯着他，怒道：“作为一个男人，要管住自己，给我忍着！”冯元涛看着村长满头大汗，痛苦道：“爹，我控制不了啊，您就帮我找一个泄泄火，你还嫌不够丢人吗？”村长恨铁不成钢地看着这个精虫上脑的儿子，他可是一村之长，是要脸面的人。现在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，他还当众被逼着向一个黄脸婆道歉，之后怕是都没脸见人了。冯母抱住村长的胳膊，潸然泪下：“他爹，你就想想办法救救儿子吧，再这样下去，要是出了什么问题，我们冯家的香火就要断了呀！哎，你给我看好他，我去就回。”村长一甩袖子，转身离去。这时，冯柳柳端着茶水糕点，缓缓地走了进来。她身穿红裙，身姿摇曳，刚进房间，冯元涛灼热的目光就盯着她，男人眼底浮现出强烈的欲望。冯柳柳将东西放在桌子上，一副好妹妹的样子，走上前关切地询问冯元涛：“二哥，你现在怎么样了？有没有好点？”冯元涛看着他，突然从水中站了起来，下体的肿胀的样子一下子就映入了冯柳柳的视线，他被吓了一跳，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。“妹妹！”冯元涛话音刚落，就朝着冯柳柳扑了过去，将她一把按在了地上。冯元涛的速度很快，他身子压在冯柳柳的身上，身体的触感让冯柳柳吓得哭了起来。“二哥，我是你妹妹呀，我是柳柳啊，你放开我！二哥！”冯柳柳崩溃的大声的哭喊，痛苦的挣扎，手慌忙地打在冯元涛的身上。冯元涛早已失去了理智，按住冯柳柳就要去解她的衣服，一切发生得太快，冯母压根没反应过来。冯柳柳挣扎着看向冯母，伸手哀求着：“母亲，救救我！哥哥疯了！”呲啦一声，冯柳柳的衣裙就被冯元涛一把撕开，露出雪白细腻的肌肤。冯元涛双眼发光，朝着他的锁骨就摸了上去。冯母站在一旁，对冯柳柳的求救无动于衷，眼底满是冷漠，居然有一丝庆幸。他也担心憋坏了冯元涛。冯柳柳的清白和自己儿子的命比起来，孰轻孰重？冯母已经做出了决定。冯柳柳的视线逐渐湿润，他看向冯母的眼中满是失望。他的手缓缓地放了下去，心中的愤怒支撑着他做最后的挣扎。他绝对不能被这样欺负！啊！冯柳柳发了疯似的挣扎，却毫无作用。冯元涛的手还在不停的动作，他急切地想要得到一个身体来满足。哐当，房间门被打开，村长带着一个女人匆匆地跑了进来，一看到冯元涛压着冯柳柳，连忙将人拉开。冯母还想阻止，被村长一把推开，嘴里狠狠地怒骂着：“柳柳可是妇女，不能被玷污，那你让儿子怎么办？”冯母不依不饶，村长指着身后的女人道：“她不是想要女人吗？我给她带来了。”冯母这才放了手。冯柳柳挣脱了束缚，从地上爬起来，捂着自己的衣服哭着。她泪眼婆娑地看着村长，哽咽道：“一定是孟家为了报复二哥，将二哥变成这样的。爹爹要给二哥报仇。”村长皱眉看着他，不解地问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冯柳柳擦擦眼泪，缓缓道：“二哥出事的时候，我在门口见到孟媛和李大夫在看我们的笑话，临走还很得意。
村长脸色变得阴沉，冷声道：“我不会饶了他们。”冯柳柳说完，看了眼中只有儿子的冯母，眼下眸中的阴毒，凄凄哀哀地跑出了房间。刚才发生的事情让他对家里的信念一下子崩塌，就因为自己是女孩子，在冯家不受待见，若不是有腐女的名号自保，父母真的会任由冯元涛欺辱自己。冯柳柳一路跑回了房间，将门死死地扣住，浑身脱力地瘫软在地。他心中痛苦无比，脑海中突然浮现出孟仲山对孟元的疼爱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一个傻子都能被那么爱护？冯柳柳哭得泣不成声，甚至季荣是他好不容易才勾搭上的男人，可是最近他却一直都在跟他旁敲侧击地询问孟元的事情。冯柳柳的手紧紧攥成拳头，手背微微发白，心里满是恨意，他目光逐渐变得阴狠。几日的时间，楚轩已经将做鱼配方研究得透彻，甚至从中做了一些改良，让口感变得更加鲜甜可口。他每次做出一盘，孟元都能吃得干净。哥哥真好吃，圆圆喜欢吃。孟元将最后一块鱼肉喂到嘴里，一脸满足地看着楚轩傻笑。没想到这个未来的便宜夫君竟然还有这一手，上得了厅堂，下得了厨房，人长得帅又很纯情，不错不错。楚轩站在他对面，低声道，脸颊上的菜叶。孟元歪着头，懵懂的双眼闪着亮光，疑惑道：“什么呀？”楚轩抿了抿唇，伸手轻轻地抚上孟元的脸颊，指腹贴着少女细腻的皮肤，温热的触感传递过来，两人皆是一愣。孟元心跳加快，强压着心里的悸动，睫毛微微颤动，脸色不由得微微发红。他掩饰着，伸手也触摸上了楚轩的脸，嘿嘿一笑道：“哥哥。”楚轩立马收回了手，低着头开始收拾桌子上的东西。背过身红红的耳朵却暴露了他的心思。孟元的手悄悄地抚上心口，压制住加快的心跳。心动不如行动，他走到楚轩的身后，看着一旁的鱼筐，笑着问道：“哥哥，这些鱼还有菜，圆圆喜欢。”楚轩轻声地嗯了一下，他眼角的余光看着身边的少女，眼底一片温柔。这几日还要多亏了孟元，他随手夹的一些菜和鱼一起做出来，味道提鲜了不少，提升了鱼肉的味道。用的鱼都是平日他从河里打捞上来，完全不用花钱。楚轩忍不住感慨，真是傻人有傻福。孟元学着楚轩的样子，蹲在身子，将鱼筐里的鱼拿出来一条，鱼在他的手里乱动，手中滑溜溜的感觉逗得孟元咯咯直笑。哥哥，这些鱼都做，拿出去卖，很多人买。孟元说话并不利索，楚轩和他已经有了默契，读懂他的意思。他看了一眼鱼筐里的鱼，剩下的佐料能将这些鱼全部都烤好，再准备一些蔬菜，就可以拿出去卖。明天去卖。楚轩轻声道。楚轩说做便做，是个十足的行动派。他们准备的东西也差不多，就等看去县城卖烤鱼会有什么效果。孟元抱着楚轩的胳膊撒娇，水汪汪的眼睛满是讨好。哥哥想去县城和哥哥卖鱼。楚轩本想拒绝，可看到孟元那双明亮的双眸，鬼使神差地答应了下来。翌日，两人将东西全部收拾好，楚轩将做好的鱼放入锅中，还准备了一些蔬菜带上。孟仲山出门看到孟元在帮忙，犹豫地走上前，拉着楚轩叮嘱道：“你将圆圆带在身边，好生的照看，县城里人多，可别丢了。”您放心。楚轩认真地说着。孟元坐在推车上晃着腿，一脸雀跃地从孟父挥手：“卖鱼，买鱼喽！”孟仲山的心里一阵温暖。好好好，你跟着楚轩不要乱走，爹爹在家等你。孟元乖巧地点点头，圆圆乖乖。孟仲山将两人送到门口，依依不舍地告别。楚轩推着推车，步伐稳健，孟元跟在他的身后，时不时地帮他推搡一把。村子距离县城并不远，大约1炷香的时间，两人就已经赶到了县城。时间刚好，县城摆摊的人拿着自己要卖的东西，
纷纷开始抢占位置。楚轩刚站好位置，就被一个小贩推了一把。小贩语气不善地说道：“这里是我的地盘，你往里面走，别当着我做生意。”楚轩微微一顿，将推车往巷子里面推了进去。陆陆续续不少人都走了过来。楚轩第一次来被其他小贩排挤，长长的摆摊位置，愣是被挤到了最偏僻的位置上。孟媛有些不开心，嘟起嘴。反倒是楚轩心里压根不在意，已经在位置上将放着鱼肉的锅摆放好，放在摊位前。过来看，过来瞧，新鲜出炉的热包子。其他摊位上的小贩都开始吆喝了起来。早市逐渐热闹，来往的顾客络绎不绝，小贩们都忙得不可开交，却没有一个在楚轩摊位上过来停留的。楚轩规规矩矩地站着，沉默不语。鱼的盖子没有打开，装满食材的筐子也被遮得严严实实，压根看不出他们卖的是什么，更别提吸引人。孟媛有点着急，楚轩怎么这么憨呀？这样下去怎么行？孟媛灵机一动，哥哥，圆圆，饿了。他嘴唇微微嘟起，凑到楚轩的面前，抬手摸着自己的肚子。楚轩微微蹙眉，轻声道：“出门的时候不是刚吃过吗？哥哥，我要。”孟媛抱着楚轩的胳膊，轻轻地摇晃，撒着娇。楚轩看着身旁可怜兮兮的香软少女，拿她没办法。他无奈地抬手揭开了盖子，轰！一股热气从锅里迸发而出，香气在巷子里快速地蔓延。酒香不怕巷子深，不一会儿，香气整个巷子都能闻到。买东西的人纷纷看了过来。孟媛站在摊位前，抱着碗，眼巴巴地看着锅里的鱼，馋得擦口水、俏丽娇憨的模样，立刻吸引了不少人。众人都不约而同地围了过来，在摊位前议论。楚轩提前在一个木板上写了价格：一条鱼10个铜板，蔬菜2个铜板。这样的价格在县城确实不低。这卖的是什么东西这么香？让我看看。鱼呀，鱼能有几个花样？还这么贵，这不是抢钱吗？真当我们是傻大头？好不容易吸引过来的人，一看到价格都纷纷打退堂鼓。楚轩从锅里给孟媛弄了一点鱼肉，色香味俱全的鱼肉映入眼帘，蔬菜的味道极其鲜美。孟媛抱着碗坐在一旁吃了起来，她将蔬菜喂到嘴里，细细的咀嚼，露出一脸满足的模样。蔬菜都是用小签子串起来，上面撒着佐料，好恰，真好恰。孟媛吃得很慢，将菜拿在手里，故意当着众人的面喂到嘴里，吃得干干净净，恨不得将签子翻过来舔一遍。还要孟媛舔着嘴巴，意犹未尽。她的吃相吸引了几个小孩子，站在她面前学着舔嘴唇的样子，可怜巴巴地看着孟媛。小孩子拉着母亲的手也要吃，不给买就开始哭喊。妇人看着价格有点贵，便和楚轩商量：“小伙子，你这价钱也太贵了，我看就5个铜板怎么样？我买2份。”楚轩摇摇头，认真地说道：“这鱼是刚刚钓上来的，肥美鲜香，用的还是我家祖传的配方，实在不能再低。”妇人没办法，孩子又着闹，一咬牙便将2个铜板给了楚轩。“那来一串这个菜，我先尝尝。”楚轩将蔬菜递给妇人，妇人才接过蔬菜串，就被上面鲜艳的佐料吸引。别说，看着看着是有点馋，闻着香味，不自觉地放入了自己的嘴里，一股浓郁的香味在口中蔓延开来，蔬菜的汁水在口中流转，味蕾大受刺激。妇人诧异地瞪大眼，紧接着3俩口就把剩下的塞到嘴里。哇，娘亲坏！听到孩子的哭闹，妇人这才反应过来，讪讪一笑，抱着孩子哄了哄，紧接着毫不犹豫将铜板递给楚轩，生怕被人抢了似的：“给我再来2份，真有这么好吃？”众人疑惑地凑上前去，那妇女倒也有脾气，翻了个白眼道：“自己买点儿试一试不就知道了，还差那1俩个铜板不成？”说罢便将1串递给自己的孩子，自己又炫了1串。部分人实在被香的不行了，纷纷开口购买。另外一部分人眼见周围的人都吃得香，摆在外的蔬菜串数量不停减少，
生怕下一秒就没了，也争着购买。孟元扫了眼无人问津的烤鱼，故意走到众人面前，将鱼刺轻轻地挑出来。肥美的鱼肉白白嫩嫩，香味直钻鼻腔，用蔬菜把鱼肉包裹起来，当着众人的面嗷呜一口吞下，白皙脸颊高高鼓起，红唇上裹着一层红油，边吃嘴里一边喃喃着：“鱼鲜，菜甜，好恰好恰。”在孟元面前的几个人不自觉地做出了吞咽的动作。刚才的妇人反应过来，眼尖地发现鱼的份数不多，急忙从怀里掏出铜板放在楚轩的桌子上：“鱼给我来一份。”其他人也很快反应过来，都顾不上讨价还价，就开始抢购了。一时间，巷子里只有孟元家的摊位前围满了人，甚至有的摊主抛下自己的摊子，跑去吃串去了。这时，冯柳柳一袭粉色衣裙，站在巷口，刚好看到孟元，他脸色微变，转头看了一眼季荣。季荣是他好不容易约出来的，三句不离孟元，还说要他带孟元出来一起玩。他以孟元不在为借口搪塞了过去，没想到居然这里遇见，冤家路窄。季荣眼尖的看到了人群中的孟元，脸上立马露出喜色，朝着孟元的摊位快步走去。这摊位的东西我全买了。孟元一愣，下意识抬头望去，只见冯柳柳身边站着一名身高1.7米、身着一袭青色长衫的男子。那男子像只求偶的公鸡一样，昂扬着脖子，一脸笑意地盯着他。孟元一噎，下意识躲在楚轩的后背，探出一点小脑袋，杏仁眼止不住好奇地望向对方。男人似乎以为孟元在跟他玩游戏，竟然也跟着侧弯了下身子，回了个自认为风流倜傥的笑容。孟元吓得瞬间缩了回去。妈耶，头次见这么骚的男人，这冯柳柳也太不挑食了吧！楚轩面色阴沉地看着无视自己的男子与孟元的互动，心中一阵烦闷，语气也愈发冷漠。卖光了，切，装什么大户啊？就是瞎呀！没看到摊子都空了吗？这么能装，怎么不去万德楼装去？季荣听着周围的议论，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，变得青一阵白一阵的。冯柳柳气的牙龈都快咬碎了，但是季荣是他目前唯一能抓住的跳板，他不能就这么放弃。冯柳柳皮笑肉不笑地上前打圆场，装出一副亲昵的样子，拉着孟元的手：“圆圆，你来县城怎么不跟我说一声？早知道我就带你一起玩了。”季荣脸色稍微缓和了一点，看着孟元打趣道：“孟元妹妹，可还记得在下？”孟元仔细地看了眼面前的花公鸡，又看看冯柳柳，恍然大悟地拍手笑道：“记得，记得，你们俩偷偷在小树林里玩。”此言一出，众人一片唏嘘。卧槽，这么劲爆的吗？小树林里做什么？哈哈哈哈哈！这是谁家的姑娘？众人可有认识的？冯柳柳惊慌失措地看向季荣，心底却隐隐的有些期待。要是趁这个机会让季荣给自己一个名分，季荣僵在了原地，脸色难看至极。听着议论甚是丢人，他上前几步，果断和冯柳柳拉开了距离，郑重其事道：“我和冯姑娘只是朋友，那日不过是冯姑娘约在下见面，说有事告知罢了。”旁边有好事的人立马对着冯柳柳开始指指点点。哎呦，没想到这看上去挺规矩一姑娘，竟然是主动的那一个。冯柳柳不敢置信地扭头看向一脸正直的季荣，浑身的血液仿佛凝固了一般，脸好似被人打了一巴掌，火辣辣的疼，又气又急，眼眶瞬间溢出些许泪珠，一副贞洁烈妇的委屈模样，却也只敢回应孟元的话：“没关系，虽然圆圆你从小吃傻，时常会胡乱说话，就算是坏了姐姐的名声，姐姐也不会怪你的。”说着又一脸心疼地上前握着孟元的手：“我身为敬德村的福女，自然是要多多庇护你这个妹妹了。”众人诧异地看向孟元，回想刚才卖东西时孟元的行为确实不像正常人，也都相信了冯柳柳的话。人群中突然有人大喊：“咦，敬德村，我知道了，
听说这个村子确实有个大福星，那是平平常常走在路上都能有野味自个儿送上门，还呆呆傻傻让人抓呢。真的吗？人群瞬间沸腾了起来，眼神纷纷火热地看向冯柳柳。冯柳柳享受着众人追捧的目光，自信的一笑，坐实了自己腐女的身份。孟媛心里一阵的恶寒，这女人反应的还真快，挺会睁眼说瞎话，冒领了她这么多功劳，脸当真是比城墙还厚了。孟媛心里翻了个大大的白眼，想到之前和爹爹过得那么清贫，大半都是冯柳柳的功劳，顿时气不打一处来。孟媛悄悄捏紧了拳头，还未动作，肩膀便被楚轩揽过去，圆圆就不劳你操心了。楚轩手掌宽大，异常温暖地落在孟媛肩头，语气一如往常，冷静平淡。孟媛侧目看去，只见男人锋利紧绷的下颌线，以及那双黝黑深邃却露出无比阴翳眼神的双眸，此刻正冷意涔涔地盯着冯柳柳。明明什么都没说，却自带一股骇人的压迫力。冯柳柳微微一顿，只觉得身上凭空生出了几分寒意，张着嘴，剩下的话怎么也不敢说了。喂，你什么态度？季荣抬着下巴呛声，假模假式地把冯柳柳扯到自己身后，实则是想往孟媛那边靠。他早看不惯一直跟在孟媛身边的这个男人了，方才被下了脸面，憋了一肚子火，现在可算是找到机会了。可没成想楚轩只冷冷抬眸扫去，那冰凉刺骨的视线让他浑身打了个寒战，顿时就怂了。回去了，东西都卖完了。见两人都不再惹事，楚轩放在孟媛肩膀上的手收回，转而向下牵起他的手。楚轩的手掌干燥温暖，孟媛方才还蠢蠢欲动的心瞬间就被抚平了。有人照的日子就是爽哇！孟媛被牵着从街道离开，看着楚轩高大的背影和厚实的肩膀，心里那叫一个美滋滋。经过冯柳柳时，还不忘朝他做个鬼脸。柳柳坏，圆圆不和你一起玩。孟媛瞪圆杏眼，委屈巴巴地嘟着嘴，临走了还不忘恶心一嘴冯柳柳。冯柳柳看着孟媛，心中诧异，这死丫头怎么回事，胆子肥了。但反应过来，孟媛和楚轩两人已然走远，只能盯着他们的背影，咬牙切齿，面容扭曲。好一会儿，冯柳柳才猛然意识到季荣还在旁边看着呢，忙不迭挤出个笑容。可季荣现在压根没心思搭理他，视线牢牢粘在孟媛娇俏的背影上。孟媛这丫头长得跟天仙儿似的，尤其是那小脸蛋，水嫩嫩的，瞧她心里一阵痒痒。就是可惜是个傻子，而且身边还跟着气势那么吓人的家伙。季荣视线往楚轩的身上一扫，眼底瞬间暗了暗。冯柳柳将这一切看在眼里，只觉得气闷，后牙槽都快咬碎了。季哥哥！冯柳柳小声地喊了一声，手轻轻地拉了拉季荣的一角，一脸的委屈。季荣这才回过神，瞧见冯柳柳头疼的不行，但还是赶紧挤出笑容，温柔体贴地凑过去。柳柳，刚刚都是我不好，没能护着你。昨日你不是看上一个簪子吗？回头我就给你买，好好补偿你。冯柳柳心里乐开了花，又捞到一笔，但面上却还委屈巴巴，抬手轻轻擦去眼角的泪珠，哽咽着靠近季荣的怀里。只要季哥哥好，让柳柳如何都已愿意。走了这么久了，季哥哥一定累了吧？听说万德楼那里请了新的糕点师傅，咱们去。冯柳柳声音娇软，今天在孟媛那里受的憋屈气，怎么也要找不回来。可是话刚说到一半，他就被季荣推开了。你自己去吧，我得回家温书了。季荣心里惦记着孟媛，早没心思和冯柳柳周旋做戏了，更没工夫去万德楼当那个冤大头。随意敷衍了冯柳柳两句，便扬长而去。冯柳柳一个人站在巷子里，刚刚满是泪花的眼眸，只剩下了冰冷的怨气。孟媛那个死丫头到底用了什么迷魂汤？一个两个都喜欢她。冯柳柳气得浑身颤抖，但她心里清楚得很，要不是因为腐女的什么，季荣恐怕连个多余的眼神都不会在她身上停留。
更遑论耐着性子哄他了。该死的！冯柳柳心中怨怼无处抒发，咬着牙离开。他得想想办法除掉孟元。回到家的冯柳柳无法忍下这口气，将自己关在房间里想对策。这时，冯元涛站在门外敲门：“柳柳，你开门，我找你有事。”自从那日冯元涛对他做了荒唐的事，冯柳柳每次看到他都恶心至极，奈何都是一家人，只能忍着，毕竟面上还要过得去。他在家里人微言轻，不敢惹祸上身。二哥，天色不早了，你身子刚恢复，有什么事情明日再说也不迟。少废话！冯元涛敲着门没了耐心，直接抬脚踢了几下。冯柳柳冷着脸走到门口，开门时已经满脸笑容。二哥，外面冷，被冻坏了，快进来吧。冯元涛走进房间，大大咧咧地坐在椅子上，端起冯柳柳递过来的茶水，漫不经心地喝了一口。他打量了一下冯柳柳，趾高气扬道：“我有件事情要你去做。”冯柳柳连忙道：“二哥有什么事尽管安排，只要柳柳能做到，一定帮忙。”冯元涛闻言满意一笑，将茶杯重重地放在桌子上。这次不管怎么样，你都得想办法让孟元做我的妾室。冯元涛现在只要一闭上眼，脑海中就浮现出孟元那张倾国倾城的脸，让他欲罢不能，半夜睡不着觉。但是想到就是孟元害得他丢了面子，又恨得咬牙。哼，本来想让这傻子做我一个妾室，现在看来，傻子就是傻子，做个通房丫鬟就已经够了。冯柳柳诧异地看着冯元涛理所当然的模样，没忍住暗地里翻了个白眼。还通房丫鬟，这蠢货还真当自己是个富家少爷不成？父亲不就是做了个小地方的破村长？表面却故作惊讶地说道：“可是二哥，我将孟元当妹妹，上次好说歹说，做妾他都不肯，别说通房了。而且孟元天性单纯，不知人事，脑子也不好。我看这件事就算了吧，我有什么为难的？他那张脸就已经足够我欣赏，不听话我就打到他听话。”说着，冯元涛突然起身，一把抓住冯柳柳的胳膊，冷声道：“少说废话！别以为占着腐女的名头就可以骑在我头上，要是惹得老子不高兴，我有的是办法让爹把你嫁给隔壁的老头。”冯柳柳惊恐地看着冯元涛，委屈地垂泪：“二哥，我会帮你的，但是你一定要对孟元好好的，好妹妹别让我失望。”冯元涛一脸得意地转身离开。然而他一走，冯柳柳原本惊恐的表情慢慢变得阴狠扭曲。盯着冯元涛志在必得的背影，冯柳柳忽然咧嘴，露出狠毒的笑容。他倒要看看孟元这次还怎么脱身。第一天出摊就赚了不少钱，孟元拿着沉甸甸的钱袋子，开心的手舞足蹈。看到街上卖糖葫芦的小贩，一下子就激动了起来。他转头看向楚轩，撒娇道：“哥哥，糖葫芦，我要吃。”楚轩深邃的眼眸看着他，透着几分冷意，并不搭理孟元的话，推着车穿过巷子，进入了繁华的闹市区。孟元发现不是回家的路，好奇地打量着周围。楚轩在一家店门前停了下来。孟元最近在学字，今早临走前，孟仲山特意地叮嘱过，要是卖鱼赚了钱，就给孟元买些纸笔。孟元抬头看了一眼磨坊斋，是个卖文房四宝的地方。门口不少人都在排队。元下来。孟元凑到楚轩的身边，伸手小心翼翼地拉了拉楚轩的一角，小声道：“哥哥是在生气吗？”楚轩闻言一顿，侧过脸看着身边动作小心的少女。孟元天真地看着她，嫣红的双唇微微张开，一脸无辜地等着自己的答案。他停下了脚步，心里憋着一口闷气。他尝试让自己平静下来，可一想到孟元脑子不好，不会拒绝别的男人调戏，这口气就咽不下去。楚轩看着孟元一脸的严肃，将自己的衣角从他的手里抽了出来，往后退了一步：“以后不要和男人靠得太近，不能摸，不能抱。”孟元委屈地看着楚轩，小声道：“我就要抱，我只要哥哥。”
楚轩听到他的话，一口闷气顺畅不少，阴霾的情绪瞬间一扫而空。那别的男人呢？孟元摇着头，不要，不碰别的男人。他说着就抱住了楚轩的腰。楚轩心中莫名的松了口气，哄好了楚轩。孟元笑眯眯的伸手隔着布料，轻轻地抚摸楚轩的腹肌，两人亲密的举动引来了不少的人异样的目光。世风日下，大庭广众，男女搂抱在一起，成何体统？这不是刚才那个满鱼的吗？一个傻子懂什么男女有别？原来是傻子，怪不得这么不知羞耻。围观的人冲着孟元和楚轩指指点点。孟元微微一顿，有点害怕的往楚轩的身后藏了起来。楚轩听着刺耳的嘲笑，侧过脸，阴翳的眼眸瞪了一眼带头嘲笑的男人。男人感受到一束警告的目光，心中一惊，连忙闭嘴，不敢多言。楚轩犀利的目光所到之处，议论的人都被震慑。他带着孟元走进店里购买东西。孟元看到店里的东西，眼前一亮。读书的时候，他就莫名的崇拜书法练得好的人，现在轮到了自己练。看着眼前古色古香的文房四宝，十分的好奇。哥哥，买给我的吗？他一脸期待地看着楚轩，手已经接过了伙计递过来的纸。楚轩轻轻点头，沉默地付钱离开。孟元抱着纸笔，心里喜滋滋的。他能猜到肯定是孟仲山交代的。这几日为了学字，他就用木棍在院子里画。孟仲山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，感受到父爱的呵护，孟元的心里一片温暖。回家时，孟元看到了糖葫芦小贩，不等他要，楚轩就已经拿钱给他买了下来。糖葫芦在手，孟元高兴地抱着楚轩，恨不得现在就抱着他亲上一口。楚轩长得帅气，身材好，厨艺高超，对自己真心实意的好。孟元想着，竟在车子上笑了一路。回到家，孟仲山连忙出来查看，圆圆回来了。孟仲山上前将孟元从车子上接下来。孟元吃着糖葫芦，嫣红的小嘴微微嘟起。他将最后一块糖葫芦喂到孟仲山的嘴里，笑着道：“爹爹恰，留给爹爹的。”孟仲山咬着嘴里的糖葫芦，热泪盈眶。这是他尝过时间最甜的美味。你们今天的鱼卖得如何？楚轩将剩下的几个铜板交给孟仲山，轻声道：“赚了一点钱，该买的已经买了，只是花的差不多了。”孟仲山一眼就看到了楚轩手里的纸笔，一脸笑意：“好，辛苦你们了，快进去休息吧。”他摸着孟元的头，认真的说道：“圆圆，有了纸笔就要好好的学习。”孟元微微嘟着嘴，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，小声道：“今天去街上，他们说我是傻子。”傻子。孟仲山面色一冷，心中酸疼，怜爱地抚摸着孟元的头，安慰着：“胡说，我们圆圆聪明着呢。”不听他们瞎说。孟元抱着孟仲山的胳膊，乖巧道：“爹爹说的对。”楚轩将东西收拾好，带着孟元学字。他将毛笔放在孟元的手心，教着孟元握笔习字。两人靠得极近。孟元看着楚轩的侧颜，心中一顿，伸手就轻车熟路地摸了上去。没想到下一刻，手就被楚轩毫不留情地按住。楚轩敏锐的双眸看向孟元，见少女闪烁着无辜的双眼，一脸疑惑地看着自己。楚轩认真地说道：“好好写字，现在不能摸。”“我就要摸。”圆圆想摸。孟元头抵在楚轩的胸口，手开始挣扎。楚轩手上微微用力：“今日若是写出10个字，就给你摸。”孟元眼眸一顿，胸有成竹，这小菜一碟。他拍拍自己的胸脯，一脸骄傲道：“圆圆聪明着呢。”楚轩的手握着孟元的手，毛笔沾了墨水，一笔一画的在纸上写字。孟元学得认真，怀中的少女身子柔软，睫毛如羽翼一般微微闪动，白皙细腻的肌肤映入眼帘。楚轩的耳朵不受控制地红了起来，楚轩的脸上浮现出了一丝笑意。有了腹肌的刺激，孟元学起来效果显著，每个字都写得端正，还能清晰地念出字的意思。楚轩验收成果时还有点不信：“哥哥，摸摸。”孟元朝着楚轩伸出了手，
楚轩自觉地将身子靠了过去，如愿以偿地摸着楚轩的腹肌，整个人都腻在了楚轩的怀里。翌日一早，楚轩便收拾好渔网出门扑鱼，刚准备出门，孟媛就追了出来，拿着鱼筐就往外走。我也要去。楚轩接过鱼筐，沉声道：“我一个人去就行，池塘那边水深。”“不嘛不嘛，就要去，有哥哥，不怕。”孟媛抱着楚轩的胳膊，大有不带自己去就谁也别去的架势。楚轩没办法，只能答应下来。临走时，孟仲山千叮咛万嘱咐，让楚轩一定要照顾好孟媛。河边危险，你可看好媛媛。楚轩藏在自己身后的孟媛拉出来，认真地说道：“孟伯，你放心，我会照顾好媛媛。”两人一起去了楚轩平时经常捕鱼的池塘，绿树环绕，阳光照在波光粼粼的水面，景色美好。楚轩弯腰将自己的裤腿卷起，便下了水。孟媛乖乖在岸上等待，她学着楚轩的样子，将鞋袜脱去，将光脚丫放入冰凉的水中。楚轩在水中许久没有发现鱼的踪迹，有点着急。“哥哥，这里有一条。”孟媛伸手指着楚轩身后的位置，大喊了一声。楚轩转头时，鱼已经受惊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孟媛有点气馁，都快1个时辰，一条鱼都没有抓到，这怎么行？他得做点什么。楚轩缓缓地往池塘中央寻找了过去，就在准备下网的时候，突然听到身后扑通一声，转头便发现岸上的孟媛不见了。他眼眸微动，连忙大喊：“媛媛！”孟媛也被吓了一跳，她脚下不稳就掉了下去。没想到一个小池塘的水这么深，竟差点将她淹没。“哥哥，我在这里。”孟媛在水中开始挣扎，脚底突然传来一阵刺痛，鲜红的血液从雪白的脚底渗出。楚轩连忙跑了过去，将人从水中捞了起来。孟媛摇摇头，低着头擦眼睛，意外地发现他的脚边不知何时出现了好几条鱼，鱼儿身上光滑的触感从腿边传来。孟媛微微一顿，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下，脚底触碰到石头传来疼痛，他才意识到自己受了伤，鲜红的血液流入水中。池塘里的鱼渐渐地多了起来，全部围在孟媛的身边，鱼儿越来越多，兴奋地扑腾，溅起的水花溅入他的眼睛。孟媛不禁想起前些日子在山上遇到兔子的时候，刚好自己也流血受伤，显然这不是凑巧。他低头看着扑腾的鱼儿，将脚轻轻地移动了一下，果不其然，鱼儿追着自己受伤的脚就游了过去。孟媛猜测可能是自己的血有妙用，这么吸引动物的青睐。他指着鱼兴奋地大喊：“哥哥，鱼，快抓鱼！”楚轩一只手扶着孟媛，低头看着扑腾的鱼，心中震惊。刚才下网的时候，他一条鱼都没发现，一转眼的功夫，居然出现了这么多，有些匪夷所思。他眼下顾不上那么多，先将孟媛抱在怀里，让她坐在池塘边的石头上，发现了水中的血，有些紧张地查看孟媛哪里受伤。孟媛目光天真地看着他，摇摇头：“媛媛没事，快抓鱼哥哥。”他心底一沉，眉头微蹙地看着孟媛：“先给你看看伤口。”楚轩发现孟媛的脚底受了伤，抬手轻轻握住孟媛雪白的脚踝，发现孟媛脚底划破了一道拇指大小的伤口，还在往外渗着血珠。楚轩低头将自己的衣衫大力地撕开一块布条，动作温柔地将缠绕在孟媛的脚心包住伤口，防止再流血。楚轩心中有些愧疚，刚才没有看好孟媛，不然也不会受伤，是自己太疏忽。手掌的温度从脚底传来，孟媛的脸微微发红，她害羞地垂下眸子。上辈子在外人眼里，她就是个工作狂，高冷严肃。她倒也想谈甜甜的恋爱，然而兔子都不吃窝边草呢，更别提她身边都是一群慈祥的老教授了。没想到重生一回，日子虽然苦了点，倒是让她捡了个又帅又体贴，做饭还嘎嘎好吃的老公。楚轩太温柔，他的心脏都漏了一拍，这感觉有点奇特。楚轩将伤口包扎好，看着孟媛叮嘱道：“
你不能下水，乖乖在这等我。孟元脸上的红晕还未散去，乖巧的点头。楚轩下水，将沉甸甸的渔网打捞上来，一条条肥美的鱼在网中还活跃地扑腾，收获颇丰。平日里抓一条鱼都费劲，今日抓了这么多，卖出去可以赚不少钱。孟元见抓了这么多鱼，欢快地站在石头上蹦蹦跳跳，仿佛脚底没有了痛感。哥哥好棒，哥哥好厉害！他像个见到偶像的小迷妹，开心的地手舞足蹈。楚轩看他这么开心，心情舒畅了许多。从家里带回来的鱼筐被装得满满当当，楚轩将孟元背到后背，一只手托着他的屁股，一只手提着沉甸甸的鱼筐。孟元的手紧紧抱着楚轩的脖子，靠在他宽阔的肩膀上，偷偷地笑。这壮硕的脊背仿佛被精心雕琢过一般，手轻轻一摸，都能感受到肌肉的线条美感，绝了！他母胎多年，从未和男人有这样的接触，楚轩总能带给他一些惊喜。楚轩和孟元走得很慢，鱼筐里的鱼还在扑腾。突然扑通一声，一条鱼从鱼筐里掉了出来。楚轩将手里的鱼筐放好再去捡，刚弯下腰，就见刘婶从里面走了出来，好奇地打量着他们。哟，楚轩，这是从哪里弄到的鱼？这么大！刘婶一脸的惊奇、羡慕，说着就帮楚轩将掉出来的鱼捡了起来，准备往鱼筐里装的时候，才发现楚轩打的鱼不但肥美，还这么多。楚轩眸色一沉，低声道：“就是经常去的那个池塘。”刘婶敏锐的眼神看着楚轩，心里满是疑惑。那个池塘他们村子里的人经常去，那些鱼儿也学精了，可没那么好抓。这楚轩怎么抓到的？这时，楚轩背上的孟元探出头看着刘婶，露出天真的笑容。刘婶，吃鱼。刘婶看看孟元，再看看怎么多鱼，脸上满是笑意，心中恍然大悟。孟元也在呀。是呢，刘婶，鱼好吃的嘞，这条给你恰。孟元指指刘婶手里的鱼，大方地送给了刘婶。刘婶脸上笑得满脸褶子，不好意思地说道：“那怎么行？刘婶，既然圆圆都说了，这鱼您就拿去吃吧。”楚轩也附和道。刘婶眉开眼笑，笑着道：“楚轩啊，这么多鱼你一个人拿不走，我帮你吧。”“不用了，刘婶，没事没事，你就别和我客气了。”楚轩话还没说完，刘婶已经火速从鱼筐里拿出几条鱼，装到了手边的篮子中，硬是帮着楚轩将鱼带回了家。孟仲山看着刘婶和孟元一起回来，以为孟元又闯了什么祸，被人追到家门口。刘婶一看到孟仲山，热情地打招呼：“孟大哥，你在家呀？楚轩打了这么多鱼，你可真是好福气。”孟仲山微微一顿，诧异地看着刘婶。楚轩将鱼筐放在院子里，孟元从他的背上跳了下来，一瘸一拐，心疼坏了孟仲山。“圆圆，这是怎么了？”孟元傻笑地看着孟父。“圆圆贪玩儿。”孟仲山气呼呼地看着楚轩：“你怎么照顾圆圆的？”“爹爹，不能怪楚轩哥哥。”孟元着急地挡在男人面前，护着他，一边还将拿在手上的鱼给孟仲山看：“是圆圆贪玩，想玩鱼。”孟仲山一噎，莫名涌起一股女大不中留的心酸。两个孩子打这么多鱼，也不知道做什么。刘婶好奇地问道。孟仲山便将楚轩和孟元做鱼拿到县城卖的事情告诉了刘婶。刘婶眼前一亮，惊讶道：“真的有人买？”孟仲山摸了摸孟元的脑袋，骄傲道：“买的人还不少呢，我们圆圆可厉害了。”刘婶笑意盈盈地看着孟仲山：“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这年头赚点钱不容易，孟大哥以后就可以享福了。”孟仲山欣慰地点点头，要是孟元的病治好，他确实就安心了。“刘婶啊，这几条鱼你就拿回去吃，他们打得多呢。”孟仲山弯着腰，连忙从鱼筐里又给了刘婶几条鱼。刘婶嘴上不好意思：“我就帮你拿了回来，给了我这么多鱼，真是太客气了。”“这，刘婶，给你。”刘婶看着眼前乖巧白净的孟元，眉眼间皆是笑意。刘婶喜滋滋地拿着鱼，
轻声道：“我儿子最会处理这些鱼，我看你们这么多，一时半会弄不完，让他过来帮帮你们。”孟仲山将鱼筐往旁边一放，闻言连忙起身摆摆手：“不用了，刘婶，就让楚轩处理就行，不用麻烦。”刘婶一脸认真：“我可不能白吃你这么多鱼，反正他在家有无事做，邻里之间帮帮忙应该的。”刘婶回到家，收拾着手里的鱼，心里越发的高兴。村子里的人总说孟元是灾星，但他不这样认为。孟元救了刘大牛，还能抓到这么多的鱼，肯定不是偶然。刘婶喃喃道：“我看呐，孟元才是福星。”想着想着，刘婶的心里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。刘大牛晚上回到家，就闻到了一股喷香的味道。看到桌子上的鱼，咽了咽口水：“娘，这是哪里来的鱼？”刘婶从厨房里端着饭走出来，笑着说道：“孟元给的。”他。刘大牛疑惑道：“你怎么今天和他兜得这么近？别忘了他可是灾星。”刘婶一巴掌拍在了刘大牛的身上，将刘大牛吓了一跳。“娘，你干嘛？”刘大牛疑惑地看着刘婶：“你小子可别小看了孟元，他才不是什么灾星，你这条命就都是他救的，以后不许这么说他。”刘婶白了刘大牛一眼，恨铁不成钢地说道。刘大牛吃着嘴里的鱼，一脸满足，漫不经心地答应：“哦，知道了。”刘婶夹起一块鱼肉放在刘大牛的碗里，叮嘱道：“我喜欢孟元那丫头，她是真的有福气。你吃点东西，一会儿去给孟元帮忙处理一下鱼。”“我不去，我要睡觉。”刘大牛狼吞虎咽地吃着鱼，没将刘婶的话放在眼里。刘婶闻言放下筷子，怒道：“我让你去就去，在孟元的心里留个好印象，以后要是能将他娶回家，我就高兴了。”刘大牛将嘴里的鱼慌忙地咽下去，咳嗽了好几声才缓过来。他皱着眉不解地问：“娘，你说什么呢？娘都是为你好。”刘婶语重心长地嘱咐：“你以后多帮帮孟元，你看他窄腰翘屁股，一看就能生儿子，是个好生养的主，那才是有福之人。你要是能把孟元娶回家，娘就最开心了，知道吗？”刘大牛握着筷子，脑海中浮现出那日上门送肉的时，孟元俊俏的脸和灿烂的笑容，不由得傻笑了一下。他还从没见过那么好看的女子，心里有些犹豫，皱眉说道：“孟元已经有楚轩了，他们迟早要成亲。”刘婶最懂刘大牛的心思，一看他这样子，就知道儿子也喜欢孟元。他满脸笑意，将鱼肉往刘大牛的方向挪了一下：“这你就错了。楚轩一表人才，长得好看，力气大，肯定看不上孟元。现在还能赚钱，以后肯定不会留在村子里。你就不一样了，我们都是庄稼人，孟元脑子还不好使，一定想找个真心实意踏实过日子。你才是最佳人选。”刘大牛听着刘婶的话，双眼放光，有些兴奋：“娘，我知道了。”刘婶十分满意，大快朵颐地品尝着鱼肉的鲜美。傍晚，刘大牛就敲开了孟家的大门。孟仲山看着刘大牛，有些疑惑：“大牛啊，你这是？”刘大牛抓抓自己的手背，有些拘谨：“我娘让我过来帮忙处理一下鱼，快进来吧。”孟仲山将人带进了家，没想到刘婶的速度这么快，盛情难却啊！“孟伯，孟元呢？”刘大牛话音刚落，就听后面啪的一声，他循声看过去，正对上楚轩冰冷锐利目光，男人手里的斧头正冒着寒光。刘大牛看得心惊肉跳，迅速低下头的跟在孟仲山的身后。孟元听到有人找自己，便走了出来。看到刘大牛有点疑惑，孟仲山看到孟元，连忙招手：“元元呐，大牛来帮楚轩处理鱼，谢谢大牛。”孟元笑颜如花，两个小辫子微微翘起，白皙光洁的脸上带着笑容，粉色的衣裙衬得她灵动乖巧。刘大牛一时看直了眼睛，下意识咽了咽口水。孟元说着就跑了过去，越过刘大牛走向了楚轩，一把抱住了他的腰，手顺着光滑紧实的肌肉就摸了下去。楚轩光着膀子劈柴，
温暖的阳光洒在他的身上，仿佛镀了一层金光，让上本身的肌肉的流线和弧度更加的好看。汗水从他的胸膛一路流下，缓缓没入腰间。孟元的脸微微发红，心跳得飞快，手开始放肆了起来，指腹顺着轮廓反复的摸索。楚轩低头看了一眼怀里的人，腹部传来的感觉太强烈，红着耳朵按住了孟元的手。哥哥，大牛来帮忙的。孟元嘿嘿一笑，指指刘大牛。楚轩看了一眼刘大牛，没说话。刘大牛站在他们家不远处的位置，将刚才孟元和楚轩的一举一动都尽收眼底，手微微收紧，心里有些懊悔。楚轩高大英俊，孟元漂亮可爱，两人站在一起很是相配，而自己他们格格不入。刘大牛下意识地伸手摸了一下自己脸上的肉，眼神暗淡了下去，小声地追问：圆圆，鱼在哪里？我去处理。孟元闻言，放开楚轩的腰，就往厨房走。大牛在这里。刘大牛跟着孟元走到厨房门口，就见孟元卷起衣袖，露出白嫩的胳膊，从鱼筐里拿出一条活蹦乱跳的鱼递给他，脸上带着甜甜的笑容。大牛，给。刘大牛脸微微一红，接过鱼，内心一阵的心潮澎湃。孟元长得太漂亮，要是真的能娶到手，那这一辈子也就值得了。楚轩再好，终究要离开这里，自己才能给孟元幸福。这样想着，刘大牛瞬间又干劲十足。他刚想要接孟元手里的鱼，就被楚轩截胡。男人深邃眼眸紧盯着刘大牛，将鱼扔到案板上，冷声说道：我自己能处理，就不劳烦你了。刘大牛被他盯得心里直发毛，站在原地有些不知所措。这男人的气势太吓人了些。刘大牛不敢看楚轩，硬着头皮看向孟元，尴尬的笑笑：圆圆，那我帮你劈柴吧。孟元踮起脚尖，欣喜的点点头：好呀好呀。他心里压根没多想，刘大牛过来帮忙，这么好的机会怎么能错过？孟仲山刚砍回来的柴堆了不少，让楚轩一个人弄肯定会很累，刚好有刘大牛帮忙分担一下。刘大牛看着孟元脸色一红，心里更是澎湃，挠挠头看向一旁面色不善的楚轩，壮起胆子将他手里的斧头拿了过来。楚轩皱眉，刘大牛心里一咯噔，连忙转身朝着柴火走去。孟元跟在他的身后，刚要走，被楚轩一把拉了回来。孟元疑惑地看着他，楚轩的脸色有点难看，下颌线微微紧绷，压抑着心里的怒火，看着孟元冷冷地说道：回房里写字。刘大牛听着楚轩的话，有心想开口，却在看到楚轩的脸色时，慌忙地低头劈柴，不敢再看。哥哥好凶。孟元无辜地往房间里面走，边走边说：我去学字。大牛加油。刘大牛受宠若惊，劈柴的动作都卖力了起来。楚轩满脸阴沉。孟元回到房间，隔着门缝看着楚轩，心里忍不住偷笑。刚才楚轩看到自己和刘大牛亲近，那副要吃人的样子，显然是吃醋了。怎么能这么可爱？楚轩跟着刘大牛去了县城，孟元待在家里翻看子午针学法。这些日子，孟元已经学会了很多字，对医书上的治疗办法也有了不少的了解。以前学西医的时候都没有这么费劲，等明白医书上不少药理之后，被中医彻底的折服。李大夫的医术简直就是在世华佗，他从子午针学法里面学到了不少医术。西医和中医对人体骨骼和穴位都有透彻的研究，西医趋向于理论疗法，用先进的科技做手术给病人治疗；中医博大精深，往往通过更为深奥的针灸法，不用开刀就能治疗好。人体穴位更是有很多妙用。孟元想起李大夫一针就能让冯元涛当众丢人，他跃跃欲试，也想要学习一下。日后要是遇到想对付的人，就不用担心，毕竟福星的身份早晚有一天会暴露，遇到危险也好有个防身之术。孟元认真地将医书翻来覆去的看，已经将其中人体穴位都记到了脑子里。可惜还有很多不懂的东西，
孟元盘算等处理好楚轩卖鱼的事情，得去找一趟李大夫。只是没想到冯柳柳先找上了门。冯柳柳精心打扮了一番，特意带上了季荣买给自己的珠钗，步伐轻快地去找孟元。他今早去找季荣，想去和他万德楼听曲，没想到季荣对孟元念念不忘，竟然让他务必带着孟元一起去。冯柳柳一想到季荣就气得咬牙切齿，要不是因为他家里是县城的商贾，他才不会受这么大的委屈。这么好的独处机会，非要带上一个傻子。冯柳柳不情不愿来找孟元，只要一想起孟元在大街上说的那些话，冯柳柳就忍不下这口气。灾星，看我今天不好好教训你！冯柳柳将手里带着的果子扔在地上，踢到泥潭里，沾上几片树叶，嫌弃地捡起来，两指手指提着就去了孟家。孟家，楚轩和孟仲山都外出了，孟元一个人在家，无聊的用棍子在院子里玩。突然，一个影子挡在了他的面前。哟，圆圆在干嘛？看我给你带的果子。冯柳柳一脸温柔的将一个满是泥土的果子递给孟元。孟元看了一眼，满是嫌弃。果子上面不但有泥土，还是密密麻麻的虫洞，一点都没有食欲，糊弄傻子呢。哦，不，这会儿自己确实是个傻子。他高兴地接过，将果子捡起来，从中间掰开，露出里面满是白虫的果肉。孟元眼角的余光将冯柳柳那迫不及待的样子看得一清二楚，心里不由得冷笑。他突然一伸手，将果子喂到了冯柳柳的嘴边。柳柳先吃。他嘿嘿的一笑，天真无邪，蹲在地上拍着手。啊！冯柳柳尖叫一声，想起这果子被自己糟践，瞬间恶心的干呕。孟元歪着头，一脸疑惑地看着冯柳柳。柳柳这么不吃呢？果子可好了，你看上面白色的虫宝宝，一定很好吃的。什么？冯柳柳惊恐地看着地上的果子，果然看到果肉上蠕动的白色小虫，他脸色瞬间苍白，狠狠地将果子踢得老远。柳柳，这么好的果子我都给你了，你怎么不吃呢？孟元说着还要去捡，被冯柳柳一把拽住。冯柳柳一想到那果肉上的虫子，就忍不住浑身颤抖的恶心，口气有些冲。你是傻子吗？那果子坏了不能吃。孟元双眸立马泛起泪光，委屈巴巴的开口：柳柳坏，拿坏果子给圆圆吃，还说圆圆是傻子。说罢，就像小孩子一般哭闹起来，挥舞着双手将冯柳柳一把推到地上。啊，你干什么？冯柳柳崩溃地看着自己身上染上泥土的新衣，他为了今天能一举拿下季荣，在今日的打扮上花了不少功夫，现在竟然被一个傻子毁了。冯柳柳眼神瞬间变得怨毒起来，恶狠狠地瞪向孟元那张白皙的小脸。即使这是个傻子，但眼含热泪时都是一副我见犹怜的模样。凭什么？这个傻子运气这么好，长了个好皮囊，有个宠他的爹，护他的未婚夫，而他什么都没有。就算是顶着这傻子腐女的名号，日子也依然艰辛，甚至好不容易勾搭上的季荣，还对这傻子一见倾心。孟元余光看到冯柳柳恶毒的眼神，心里紧。冯柳柳强压心中怒火，只要把这傻子引出去，他有的是办法收拾他。冯柳柳佯装亲昵地拉住孟元的手，哄道：圆圆，我带你去县城吃好吃的怎么样？给你买糖葫芦。孟元下意识后退2步，叫嚷道：不要不要，柳柳坏坏，他是装傻，不是真傻。就这女人的眼神，他要真跟上去了，还有的活吗？可他的手被冯柳柳死死拽住，根本挣脱不开。孟元心里一狠，在冯柳柳借势攀上来的瞬间，立马将手中另外一半的苹果直接塞到了冯柳柳的嘴里。冯柳柳惊叫，慌不择路地用舌头把在嘴里的苹果顶出来，些许虫子便趁此随着他舌头上的唾液，顺着喉咙管道被他咽了下去。孟元趁机急忙跑开，远远地看着冯柳柳疯狂地掏自己的喉咙，干呕地吐出来密密麻麻的还在蠕动的小虫子，心里一阵犯恶心。妈耶，他竟然吞下去了！恶心，但不值得同情。
他不介意火上添油一把。柳柳吃虫虫，好恶心！柳柳脏脏。话落瞬间，孟元就触到冯柳柳那恨不得把他大卸八块的眼神。完脱了！孟元立马回头往屋子里跑，冯柳柳也瞬间就拔腿就往孟元的方向跑。突然砰的一声，脚边的鱼筐被踢倒，里面的鱼都掉了出来。冯柳柳身形一顿，竟然有这么多鱼！他眼神灰暗地看向孟元一眼，扭头快速离开。他知道怎么弄死这个傻子了。冯柳柳回家便找到了冯大海，随后就带着一帮人往池塘的方向走。得知有福泽降临，村民都高兴不已，看着冯柳柳纷纷夸赞：“柳柳，池塘我们每天都去，什么都没有。你说池塘里有鱼是真的吗？不会是骗我们的吧？”冯大海闻言洋洋得意地看着众人：“柳柳可是福星，他昨晚梦到有鱼，那就一定有。我们快去打捞吧，大家也刚好过过口福。”冯柳柳走在最前面，听着众人的追捧，心里越发的兴奋。村子里就只有一个池塘，孟元家的鱼肯定是从这里抓的。只要他说孟家抢走了本属于大家的鱼，谁家会放过他们？他朝着众解释了一番：“福神顾念，我在祠堂祈福，给村子降临了福泽，没有骗你们。柳柳真是太善良了，真不愧是福女。”一行人有说有笑的到了池塘，池水清澈见底，却不见一条鱼。村民立马心生不满，纷纷诧异的看着冯柳柳：“柳柳，你说的鱼呢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村长，你家柳柳是不是记错了，拿我们开涮呢？”刘婶跟在他们身后，看着冯柳柳一脸的鄙夷。冯大海听着村民的怨言，感觉没面子，黑青着脸拉着冯柳柳质问：“怎么回事？”冯柳柳跪在了池塘边的石头上，双手颤抖，震惊地看着众人。他急得哭了起来。降临的福泽是属于大家的，要是被人独吞，福神生气就会降临灾祸，到时候大家都会受到牵连。什么？我们也要遭报应？这怎么行？村民愤怒了起来，他们什么都没做就要被连累，任谁都不会乐意。刘婶听着脸色一变：“真的假的？柳柳你可别唬人！”冯柳柳泪眼婆娑地看着刘婶，哽咽哭泣：“我是村里的福女，我怎么会害你们？”刘婶听着她的话，心里也是慌得不行，下意识指着孟家的方向：“我昨天看到是楚轩抓了很多的鱼。”此话一出，众人气愤的情绪找到了宣泄口。我们去孟家要鱼，不能让他们害了我们大家伙。冯大海一脸和善，安抚众人的情绪，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。事情危机，孟家若是敢做这样的事情，我们绝不轻饶。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往孟家走，冯柳柳跟在人群后面，脸上浮现一抹阴险的笑容，心里暗道：“孟元，我看你这次怎么狡辩。”孟元在院子里玩耍，看到这么多人过来，一脸的疑惑：“孟元，你爹呢？”冯大海快步走到孟元面前，一把将他拉了起来，质问。孟元往后退了一步，诧异地看着气势汹汹的众人：“爹爹不在，你们干什么？”冯柳柳连忙上前，拉着孟元的手，解释：“元元乖，村子里刚刚降临的福泽是很多鱼，是不是你家拿了？”孟元一脸的疑惑：“什么福泽？不知道。”一听这话，村民一个个怒气更甚。“那你家的鱼是从哪里来的？”孟元轻声地说：“池塘里抓的。”此言一出，村民都愤慨了起来，指着孟元怒火冲天：“这是个祸害，占了村子里的福泽，就不怕遭报应？”孟元立马明白过来，刚才冯柳柳看到鱼后就跑着离开，原来是找人去了。这女人脑子转得倒是快，一点鱼都不放过。冯大海端起村长的架子，指挥着村民在院子里开始寻找，仔细的看看鱼到底在哪里，找出来给大家伙都有份。“啊，干嘛？”孟元尖叫一声，冲上去就要拦着人，手腕被人死死地拽住。他转头一看，竟然是一脸猥琐的冯元涛。冯元涛看着孟元坏笑，孟元狠狠地白了他一眼。众人开始在孟家胡乱地翻找了起来，东西都被扔了一地，
找到了，找到了！几个村民从厨房里拿出了一个鱼筐，里面装着不少鱼。冯柳柳连忙上前，一脸惊喜地看着鱼，当着众人的面故意拔高了音调：“这就是福泽的鱼。”圆圆年纪小不懂事，见到这么多鱼想拿回家正常，大家不要怪他。村民脸色一变，根本不买账。这些都是我们的，凭什么让孟家占了？无耻！果然是灾星，有他在就没好事。圆圆别怕，二哥哥保护你。冯元涛假意护着孟圆，手却顺着孟圆白皙的手臂摸了上去。孟圆对着他拳打脚踢，眼角微微发红。突然，一个黑色的身影出现。啊！冯元涛惨叫一声，抓着孟圆的手腕传来一阵剧痛，脸色发白，冷汗直冒。他转身看清来人后，眼神满是惊恐。楚轩，楚轩背着柴火，手里的斧头锋芒闪着寒光，众人都被吓了一跳。他一只手死死地抓着冯元涛的手腕，冯元涛疼得惨叫：“放手，楚轩！我让你放手！”楚轩冷冽的眸光死死地盯着他，冷声道：“放手！”冯元涛立马放开手，疼得半跪在楚轩面前。孟圆挣脱束缚，一把推开冯元涛，上前抱住了楚轩的腰，将头埋在他的胸口，委屈地指着冯柳柳：“哥哥，他们抢我们的鱼！”楚轩放开冯元涛，冯元涛疼得地上打滚。他阴冷的目光扫过院子里的人：“你们想干什么？”冯柳柳站出来轻声解释道：“楚轩，这些鱼是村民的福泽，不能被一个人独占，大家伙也不容易，分出去吧。我是为了你们好，不然要遭报应。”楚轩冰冷的眸光看向冯柳柳，眉头紧蹙，一股强大的威压爆发而出。冯柳柳正对上楚轩吃人的目光，心中一惊，瞬间闭嘴不敢多言。柳柳是腐女，孟圆是灾星，吃光属于锁我们的鱼，天理难容。你还想仗势欺人？你们孟家本来就是外来户，根本不管我们的死活。这要是真的有报应，我们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孟家太自私，这就是想害死我们的。村民开始对着孟圆指指点点。楚轩手里的斧头冒着寒光，看着气势汹汹的众人往前一步，将斧头随意地把玩在手里，斧头锋芒毕露，众人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。今天谁要敢在孟家撒野，先问问我手里的斧头同不同意？刚刚闹哄哄的人群瞬间鸦雀无声，村民敢怒不敢言，要是真动起手，他们未必是楚轩的对手。这时，季荣从人群中走了出来，他刚才将村民的话听得一清二楚，冯柳柳又能有福泽，这让他心里暗喜。冯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季荣一脸温柔地看着冯柳柳。冯柳柳惊喜地抬头，语气瞬间雀跃了许多：“季公子，你怎么来了？”本以为错过了原本约定的时间，季荣肯定会生气，没想到他竟然会追过来，来的还这么是时候。季荣家是县城的富商，他有钱，长得也还不错，是县城里出了名的公子哥，要什么女人没有？跟他在一起就是为了他腐女的名号。但是他们多次幽会，都没能让季荣遇到什么幸运的事情。男人早就对他的身份有所怀疑了，现在他正好能借此让季荣信任他。果然不出所料，季荣正义凛然地站在众人面前。哼，没想到有人竟然真这么贪得无厌，把所有人的福泽偷走。楚轩看着他，眼中满是不屑，话都懒得回。冯柳柳害羞地看向季荣，一脸的为难：“季公子，今天村里出了事，让你见笑了。”村民看着季荣窃窃私语：“天哪，这是季公子吧？县里的绸缎庄和几家珠宝店都是他们家的，没想到柳柳福气这么大，竟然跟他在一起了。”冯柳柳听到众人的话，下意识紧张地看向季荣，生怕他出口拒绝，没想到男人竟然默认了下来。冯柳柳激动的手不停颤抖，这是不是说明她真的可以嫁入季家？孟圆看着二人像俩只高傲的花孔雀高昂着头，享受着众人羡慕的目光，心中一阵无语。看这俩人的表情，她都知道他们在一起是为了什么，还真是一个德行。
他都开始有些迫不及待地想知道，这花孔雀要是知道冯柳柳压根不是什么腐女，二人会狗咬狗成什么样子了。季荣看到楚轩怀里的孟媛，心沉入了谷底。一个傻子就算长得再好看，是个灾星，那他也不要。楚轩看着男人盯着孟媛的眼神，下意识将怀中的人往后藏了藏，冷声道：“再看，就把你眼睛挖出来。”季荣被楚轩的眼神吓得一激灵，随即心中又涌起一股羞耻感。他竟然被一个乡野村夫威胁了。冯柳柳连忙上前，大家都消消气，这次的事情不能怪孟远，他什么也不懂。以后我孟道福则会早点告诉大家，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。他说着走向孟媛，苦口婆心的规劝：“媛媛，你别怕，只要将鱼分给大家就行。这事也不能怪你们，我会好好在福神面前祈祷，让他不要降罪。”季荣瞬间被冯柳柳安抚下来，心里不由得感叹：真不愧是腐女，这么的善良。还好他下手够快，要是被家中那群兄弟知晓了，他在家业的争夺中肯定会更加不利。冯姑娘，你是腐女，为了村子着想，偏偏有人就是想和你作对。季荣说着，就冷着脸看向孟媛。他的话得到了村民的支持。孟媛看着冯柳柳得意忘形的样子，心中的怒火蹭的一下就冒了上来。到底是谁对谁作对？都说事不过三，这冯柳柳还真是死性不改，当真以为他好欺负不成？孟媛从楚轩的怀里探出头，小声道：“这鱼是福神给我的，柳柳你自己没有吗？”冯柳柳一顿，惊讶地看着孟媛，似没想到孟媛敢开口，连忙打圆场：“媛媛，这是给全村人的，你和我在一起多少沾了些福气，但并不代表这鱼就是你的。”季荣一听这话，眼前一亮，和他站得近了些。孟媛摇着头，双眼懵懂：“不是不是，池塘里分明还有鱼，你们竟然没找到，肯定是鱼不喜欢你。”冯柳柳的手握着袖帕，眼底闪过一抹慌张。大家都去了池塘，看得一清二楚。媛媛你真会说笑。众人闻言面面相觑，压根就不信孟媛的话。池塘里别说鱼，一条虾米都看不见，真会张嘴说瞎话，还真当自己和柳柳一样是腐女，可笑。就是我们也是才从池塘那赶过来的呢，想糊弄谁呀？孟媛茫然地看着周围，自信地说道：“明明就很多鱼，你们要是不信，我带你们去看。”冯柳柳心中已经开始害怕了，她比任何人都清楚，孟媛才是真正的腐女。要是她真的去把鱼引出来，她该怎么办？冯柳柳急忙上前拉住孟媛的手：“媛媛，我知道你心里委屈，以后你想吃鱼就来我家，我做给你吃好不好？这些鱼是村子里的，就给村民分了，这件事就算过去了。”“不行。”孟媛歪着头，天真地看向冯柳柳，勾嘴甜笑道：“柳柳，我们一起去看吧。”季荣一把将冯柳柳护在身后，皱着眉看着孟媛，眼神早已从一开始的倾慕变为厌恶，真是又坏又蠢。说罢，便扭头护着冯柳柳，柔声道：“柳柳，我见不得人这么污蔑你，我们就去池塘再看看。”冯柳柳的脸色刷了一下就白了，手中的袖帕都快拧成麻花了，面上仍然强装镇定：“你别这么说，我当然也希望是有鱼儿的，这样就说明福神听到了我的祈求，不再降罪我们村了。”孟媛闻言，诧异地看向冯柳柳，没想到他脑子转得倒挺快。孟媛没有再开口说什么，她本意也只是想要吓唬吓唬这个女人，若是再开口，会暴露她不是傻子不说，更怕暴露她是福星这件事。毕竟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一群人浩浩荡荡地朝池塘出发，池塘不远，一眨眼的功夫就到了。前面的村民一看里面什么都没有，都气愤了起来，真是什么都没有，就不该来浪费这个时间。冯柳柳忐忑的心听到动静后，脸色缓和了不少，连忙上前看着空荡荡的池塘，心里暗暗地松了一口气。孟媛站在对面，将冯柳柳的动作尽收眼底，
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。冯柳柳转头看向闹哄哄的村民，解释了一番：“大家都不要怪孟元，他只是觉得跟我在一起久了，也沾了点福气，没有别的坏心思。”季荣毫不客气地指责，狠辣的目光紧盯着孟元。都说了没有非要来，还真以为自己也能当腐女。楚轩阴恻恻地转头看向两人，冰冷的眸光附着一层寒霜。他将手攥成拳头，手臂上青筋暴起，仿佛下一刻就会出手。季荣和冯柳柳相互看了一眼，心有余悸。孟元松开楚轩的手臂，当着众人的面，扑通一声就跳入了池塘。冰冷的池水没过他的白皙细嫩的小腿，波光粼粼的水面一点点地泛起涟漪。鱼儿，鱼儿，分明有好多鱼儿。他的手在池塘里拨弄了起来，一丝不易察觉的血液缓缓地流入水中。不多时，平静的池塘突然传开一阵水声。刘神眼前一亮，一把抓住一旁要走的村民，大喊：“快看，真的有鱼！”村民纷纷停下脚步。冯柳柳惊恐地转头看向水中，无数条鱼扑腾地朝着孟元游了过去。楚轩的眸光微微一暗，目光看向孟元，拳头缓缓松开。季荣见此情形，震惊无比，他指着水中的鱼大吃一惊：“冯姑娘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冯柳柳脸色有些难堪，尴尬地解释：“肯定是我后面的祈福有了效果。知道鱼被人拿走后，我特意又祈福了一番。看来福神已经不怪圆圆了。我们敬德村……”他话音未落，村民都纷纷欢呼了起来，压根没人听他的话。众人见这么多鱼跳下水捉了起来，冯柳柳一脸的尴尬，抬手掩饰地撩了一下耳边的头发，看着孟元，心里怨恨无比。孟元是福星的事情，这样下去很快就被人发现，自己的名声要是保不住，以后还怎么嫁给季荣？冯柳柳转头看向季荣，委屈巴巴的模样。季公子，季荣心里虽然震惊，但还是选择相信冯柳柳。冯姑娘，你是敬德村的福女，这些自然是因你而来。孟元心里一阵的无语，还真是渣男配贱女，这两人简直就是绝配。这下冯柳柳应该能看清自己的位置，不会再来找麻烦了吧？楚轩站在岸边，沉默地伸手将孟元拉了起来。他一路牵着孟元的手，不顾外人的目光回家。孟元临走，转头冲着冯柳柳吐了吐舌头，迈着欢快的步伐跟着楚轩离开。回家路上，孟元看着楚轩的背影，突然有点心虚。楚轩好像生气了，他不会发现什么了吧？孟元脑子里冒出许多的想法。正当他想着如何糊弄过去的时候，楚轩停下了脚步。孟元毫无预兆地撞到他的身后，头上传来一阵刺痛。楚轩转头看向他，一眼便发现里他掌心的一道划痕，伤口被水侵染之后微微发白。他满眼的心疼，指腹轻轻地抚上伤口。孟元疼得皱眉，刚刚一点都没察觉，但被楚轩一碰就疼。楚轩低头，眼神阴翳地看着孟元，他的眼神太直白。孟元看着有点害怕，小心翼翼地将手背到身后，委屈巴巴地看着他：“哥哥，我们回家吧。”楚轩看着空荡荡的手，意识到方才没控制好脾气，沉声道：“我以后会保护好你，不会让你再这样的弄伤自己。”孟元一顿以为楚轩肯定是看出了什么，想要逼问，没想到他关心的是自己的伤，心里一阵的温暖。刚回家道，孟元就被楚轩带到了房间。他有点懵懂地看着楚轩，歪着头疑惑：“哥哥。”楚轩弯腰将他的鞋袜褪去，两只白嫩冰凉的脚放在手心，将掌心的温度缓缓地传递过去。孟元的脸瞬间红了，心脏不由得疯狂跳动。楚轩的手掌大而暖，还能清晰地感触到他指腹的纹路。就在孟元想伸手抱住楚轩的时候，他突然起身，将孟元按到了床上。孟元眼冒金星，呼吸都乱了几分。他手放在胸前，看着楚轩逐渐靠近的俊脸，咽了咽口，似是在期待什么。受伤了就好好休息，我去收拾东西。楚轩看着红着脸的孟元，勾唇一笑，
起身便出了房间。孟元躺在床上，扯过一旁的被子盖在头顶，丢人，太没出息了。楚轩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撩人了？脸上的温度还没褪去，就听到外面传来孟仲山焦急的声音：“圆圆。”孟元听到动静，立马下床，刚穿好鞋，就见孟仲山一瘸一拐地走了进来。因为匆忙，脚下不稳，进门时差点摔倒。孟元连忙快步迎离开上去，扶住了孟仲山：“爹，你慢点。”孟仲山上下打量着孟元，皱眉担忧地询问：“圆圆，没事吧？”孟元抱着孟仲山的胳膊，轻轻地摇晃撒娇：“爹，已经没事了。”孟仲山听着，心里更加心疼，心里五味杂陈。要是李大夫能尽快治好孟元的病就好了，以后就不会再受欺负。翌日，冯元涛趁着孟仲山在家，跑到了孟家闹事。他的手臂包裹着一块白布，上面还染上了一些血迹。一进门，看到楚轩冷冽的眼神，他心中一惊，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，装着胆子站在院子里大喊：“孟元，你给我出来！”冯元涛歇斯底里的声音传来。孟元和孟仲山出来查看，看到孟仲山，冯元涛抱着自己的手走上前，装得十分痛苦：“孟伯，你可算是回来了！你看看你家孟元将我伤成什么样了？大夫都说了，以后这只手就用不了了。你说我以后怎么办？我年纪轻轻还没娶妻，谁家的女子敢嫁给我？”孟仲山转头就看到孟元无辜地摇着头，小声道：“爹，不是我没有。”楚轩冷着脸缓缓走了过来，挡在了孟元和孟仲山的身前，面无表情地看着冯元涛：“我下手有轻重，不至于如此，别演了。”冯元涛指着孟元道：“反正孟元必须对我负责，我娶不到媳妇就让她嫁给我。”他高傲地仰着头。他们冯家在村子里有点名气，冯柳柳还是腐女，想嫁给自己的人比比皆是。他就是看中了孟元。冯元涛想借此机会也让楚轩明白，一个买回来的苦力拿什么和自己比。楚轩闻言，眼眸一冷，眼底闪过一抹杀意，他的手攥成拳头，手背上青筋暴起，骨节已经发白。孟仲山眼看情况不妙，一把将楚轩拉到了身后，怒道：“你胡说什么？圆圆已经和楚轩有婚约，你这样全是咎由自取，怪不得别人。”冯元涛当着楚轩的面开口羞辱：“楚轩只是你买回来的苦力，他根本给不了孟元幸福。孟元是村子里的灾星，要是没有我妹妹护着，他早就不知道怎么死的。”楚轩忍无可忍，伸手一把扣住冯元涛的脖子。他身高占据优势，冯元涛想挣扎根本使不上力气。楚轩的手微微手紧，强大的气息扑面而来。冯元涛的呼吸开始变得急促，脸充血涨红。楚轩，放开！冯元涛无力地捶打着楚轩的手，眼神中满是惊恐。楚轩抬手将冯元涛包起来的布徒手撕开，发现手腕上除了红一点事都没有，白布上面的血迹是自己涂上去的。你还有什么说的？楚轩的声音冰冷如铁，伸出拳头就要砸过去。住手！冯大海匆匆赶到，连忙将冯元涛从楚轩的手里解救出来。冯元涛挣脱束缚，连滚带爬地躲到自己父亲身后，指着楚轩对着自己的父亲告状：“爹，他还想打我！”冯大海怒火冲天，暴跳如雷地看着孟仲山，破口大骂：“孟老弟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好心好意的让你在村子里落脚，你怎么还恩将仇报打我儿子？谁让你儿子不要脸？”一直未开口的孟元在楚轩的身后张牙舞爪地喊道。冯大海转头看向孟元，指责起来：“看看你教的闺女，一个傻子到处抛头露面也就算了，现在不是骂人就是打人。”孟仲山皱眉忍着怒火，好不容易在敬德村能站住脚，不能因为这点小事住不下去。他看了一眼楚轩，给冯大海道歉，自然是要待下去的。村长，我替楚轩给你道歉。冯大海端起村长的架子，拧着眉：“光道歉就行了？你当我们冯家怎么好欺负？”孟仲山疑惑道：“那你的意思是，
我儿子被打成这样，我看就给钱银子，我们回去自己治疗，也不劳烦你们。”冯元涛闻言立马冲上前，指着孟媛气势汹汹：“光赔钱怎么行？孟媛将我害成这个样子，必须要嫁给我，照顾我一辈子。”他说着得意地看向楚轩，瞧见男人护着孟媛的动作，想起刚才被他那般欺辱，心中不由得涌起一股恨意。在意这个小傻子是吧？他偏要把楚轩在意的东西抢过来，再当着他的面狠狠摔碎。想着，冯元涛便伸手指着孟媛，故意道：“孟媛长得倒是有几分姿色，给我做通房丫头刚好。”他话音刚落，孟仲山双目猩红，怒喝一声：“你说什么？”他一把拿起地上的棍棒，朝冯元涛挥了过去。冯元涛连忙躲到了冯大海身后，面露惊恐：“爹！”冯大海诧异地看着孟仲山，他从未见过孟仲山这般失态。自从来到敬德村，一直唯唯诺诺，今日竟然敢当着自己的面动手。突然，冯元涛感觉自己像被什么东西盯上，浑身汗毛竖起，扭头就看到楚轩充满杀气的眼神，瞬间背下失禁。这个男人是真的想杀了他。孟媛无语地看着冯元涛，一把拽过冯大海，像只缩头乌龟般藏了起来。他就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。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长得丑还想得美。楚轩和孟仲山将孟媛护在身后，孟仲山脸色铁青，他就孟媛这么一个女儿，容不得别人侮辱，竟然还想让孟媛通房丫头，什么东西？他们知道媛媛是什么身份吗？若是回到以前，这种货色连给他家媛媛洗痰盂都不够严的。孟仲山越想越气，握着木棒的手青筋暴起：“我女儿早就有未婚夫，你想娶都没这个资格。以后你要是再敢说这种话，我绝对不客气。”冯大海闻言，立马转头冲着冯元涛的脑袋就是一敲，怒骂：“你瞎说什么呢？孟媛是有未婚夫的人，是你能惦记的吗？”说罢，扭头对着孟父温和地笑了笑，装出一副头疼的样子：“哎，怪我教子无方，让我这儿子说出这般大逆不道的话。无碍。”孟仲山沉着脸，不再说什么，掏出50个铜板递了过去：“我们动手也不对，这是看大夫的钱。”冯大海双眼一亮，接过铜板后才笑着道别。冯元涛心生不满，没想到爹这么没用，竟然只拿了50个铜板就满足了，开口还想嚷嚷，视线对上冯大海的三角眼中透出来的阴狠后，瞬间噤声，不敢再言语什么，乖乖跟着走了。孟媛看着他们拿钱走人，心里有点不服气，抱着孟仲山的胳膊，疑惑地问：“爹爹，钱真的给他们了？”孟仲山将木棍丢在地上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阎王好见，小鬼难缠，就当是破财免灾。”孟媛听出了其中的意思，今天要是不给钱，冯大海绝对不会善罢甘休，背地里不知道怎么算计他们。他有些意外，平日里老实本分的孟仲山，其实早就看清了冯大海的真面目。得知冯大海和冯元涛去了孟家大闹一场，还讹了点钱回来，冯柳柳一脸的震惊。他还想追问冯元涛点什么，抬眸就对上了冯大海阴狠的神情，瞬间被吓得立在原地，心惊胆战地低头站在一旁。等冯大海从他身旁擦肩而过后，才松了口气。看样子孟家这次是彻底将爹惹毛了，兴许不需要他动手，孟媛这个小贱人就该完蛋了。冯大海坐在椅子上，沉着脸思索着，他们处理那么多鱼干什么？就那一家3口能吃多少？冯柳柳闻言心里一动，或许他可以再添把火。他上前站在冯大海的身边，唯唯诺诺地说：“爹，这您就不知道了吧？孟媛和楚轩拿着鱼去县城里卖，能赚不少钱。”冯大海一听，眼前一亮，立马追问：“真的这么赚钱？”冯柳柳轻轻点头，解释道：“买的人确实不少，媛媛家里太穷，我实在看不下去，才想祈福，希望能分他们多点鱼，没成本的买卖，他们也能多赚点。没想到他们竟然把大家的份也贪了。”说着，冯柳柳就拿起手帕试了眼角，
似在为好姐妹一家的贪婪堕落难过。既然如此，今天就该多要点钱，我这手还疼着呢。冯元涛说着，就要去拿桌子上的铜板。冯大海眼疾手快，将铜板拿走。他掂了掂手中铜板的重量，哼，看来这孟家背着他们赚了不少钱，好事儿怎么能让他们家全占了？怎么他也要想办法让他们把这笔钱吐出来。不过卖鱼赚钱，再加上腐女的名号，他们兴许还能大捞一笔。冯大海看着冯柳柳，立马来了兴趣。这么赚钱，要不你也去试试？你是腐女，赚的肯定比他多，到时候我们家还不是吃香喝辣？冯柳柳微微一顿，神色慌张，下意识辩驳道：“爹爹，这怎么行？我还是个未出阁的姑娘，堂堂腐女在外面抛头露面，这要是传出去，别人怎么看我们家？”他本想着让冯大海去找孟家的麻烦，多要点钱，没想到冯大海竟然要自己也去卖鱼。冯柳柳可不想沾上一身的鱼腥味，那样别提和季荣约会，甚至还可能被他嫌弃。这种又脏又累的活，他可不干。冯大海冷着脸看向冯柳柳，语气不容置喙：“你明天就和你二哥一起去，一定要比得过孟家。”冯柳柳不敢置信地看着冯大海，知道这件事没有回旋的余地，狠地咬牙，在这个家里哪里有他说话的份，只能答应着头皮答应下来。先前从池塘里拿到的鱼被利用了起来，冯元涛将鱼处理好，冯柳柳将鱼肉放入了锅中，拿了一点做菜的佐料就放了进去，蔬菜也是照猫画虎。冯元涛站在一旁，看着锅里不知何物的东西，一脸的嫌弃：“柳柳，你确定这东西会好吃？”冯柳柳自信一笑：“这些可都是福鱼，吃了会有福气，我们的价格可以低一点，到时候一定会有很多人买，也就不会有人太计较味道好不好了。”冯元涛听他说的确实有几分道理。故事未完待续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将持续更新，点赞越多，更新越快。完整版可关注频道播客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